起床啊！我妈妈，她不是季武良是生病的镖奴吗？怎么会？这是我出嫁前的闺房，我不是死了吗？为什么会？大小姐，今儿可是宣平侯府上门迎亲的大日子，你竟然赖床到现在，看有没有点规矩了？还不快起床梳妆！是想让老奴把你赖床的事儿都汇报给夫人知道吗？宣平侯府商议婚事，难道我没死？上天垂怜，让我回到了未与陈金生成婚之前。王妈妈，过来。好了，你出去吧，让红秀姐。小贱蹄子，你敢打我啊！你怕鬼？最渣！你王妈妈，我可是伯府的嫡长女，怎么了？就是你没救。好，大小姐真是威风，老奴会将刚刚发生的一切如数汇报给夫人。夫人，亲家母，蓉儿肚子里已经有了我陈家的骨肉，我们家的意思是让蓉儿作为正妻嫁过来，毕竟是这种第一个孩子，总不能一出生就被冠上庶子的名头吧。是啊，我跟蓉儿情投意合，还请夫人成全。蓉儿嫁进侯府是她的福气，你们放心，我会促成此事的。就怕阿娇不高兴。男女婚事向来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她会同意。我会同意什么？阿娇，你来的正好，想必你也知道今日要商议什么事情了。蓉儿已经有了晋升的孩子，她是必须要嫁入陈家的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们只是一时奇难自禁。哎呀，蓉儿，别怕他。奇难自禁，与未来姐夫私相授受开案结，我的好妹妹，这是通奸，要进猪笼的。休要胡说！蓉儿与晋升早就情投意合，要不是你横插一杠，他们本就是要成亲的。我横插一杠，我外祖父为我定下这门亲事时，沈荣他知道宣平侯府的大门往哪开吗？梁姨娘，我父亲虽将你扶正，可是你也不能只维护女儿，罔顾道理吧？这两个人，一个有婚约，一个明知对方有婚约，还说什么情投意合？我看这是人间情热吧。阿娇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你是伯府的大小姐，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忠情伯府的面，怎么能学那些粗俗村妇口出恶言？这就嫌我说的难听了，我还没有说他们是男娼女斗的狗男女呢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也没脸见人了，我这就以死向你赔罪。哎，蓉儿，你可千万不要自寻短见啊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娶你的啊！你就让我死吧，我实在没脸见人了。沈江，你看看你把蓉儿气成什么样了，过来给她道歉。现在没人拦着你了，你撞吧，撞啊！我等着了。阿娇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蓉儿可是你的亲姐妹啊！亲姐妹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娘还生了另一个女儿。身为伯府小姐，如此骄纵怠惰，眼里可还有我这个母亲？梁姨娘想攀这门亲戚，你要去国公府问问我外祖父，他认不认你这个亲戚？你女儿与我未婚夫暗通取款，你们还想逼我这个伯府嫡女让出正妻的位置？是不是我娘那御赐的西洋妆镜，不够让你好好照照，你到底有没有做母亲的样子？满口胡言！蓉儿已经有了身孕，她若不嫁入陈家，此事传将出去，毁的可是所有伯府姑娘的名声。你是想要你所有的姐妹都嫁不出去吗？所以啊，梁姨娘，若此时大义灭亲，将妹妹成了堂，尚可一试我府家风严正；不然的话，我府的其他姐妹可有怨言喽。既然你容不下蓉儿，那我这宣平侯府也容不下你这恶毒善妒的女子，我要与你退婚。等等，你现在知道怕了吧？要我真跟你退婚的话，这整个京城都知道了，谁还敢要你？你现在过来，给蓉儿跪下，你认错，再允她为正妻，你为平妻，
兴许这事儿啊，我还能考虑考虑。兴许这事儿，我还能考虑。要退婚也应该是由我来退婚，你陈晋生有什么资格跟我提退婚？陈晋生不守妇道，与人通奸，我沈娇精修气质。沈娇，你别太过分了，这天下哪有女子修妇的道理？我过分，通奸有孕的又不是我，凭什么说我过分？阿娇，你一定要这么不懂事吗？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惹一下蓉儿？那我得好好想一想。那就下辈子。说你为正妻，他为平妻呢？当初可没说定的是2位姑娘，别说平妻了，妾都不可能。你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啊？蓉儿都已经委屈的做平妻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她现在觉得委屈了，当初勾引男人的时候呢，不要又当婊子就立牌坊。住口！口无言秽语，越来越没规矩。今天我就要替你父亲好好管教管教你。来人，将大小姐带回去面壁思过。大小姐，对，请。夫人在这伯府看来也没什么地位，连个小小的妓女都压不住。金生，我们走。这个小贱人真是气死我了！娘，我的肚子怎么办啊？快捂不住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这个嫡母心狠手辣。红秀，听说前些日子你母亲病了，现在可好些了？小姐，您知道了。我只是与你闲聊2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小姐，奴婢。红秀，你自小和我在庄子里长大，1年前一同来了伯府。前些日子我一直忧心与陈家的婚事，忽略了你，你可怪我。小姐，奴婢对不起你。前些日子，奴婢的母亲忽然患了重疾，奴婢实在没有钱去医治，就一时鬼迷心窍，收了夫人的银子，答应将您的动向汇报给夫人，但都是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。前些日子我一直忧心自己的事情，却也忽略了身边的人，我不怪你。上一世我忽略了红袖，让他因此被夫人拿捏，后来他不愿再背叛我，最终在夫人的逼迫下投井而亡，索性重来一次，一切都还来得及挽回。小姐，奴婢罔顾您的信任，此时没脸留在府中，明日便申请调到庄子上去。不，我要你接下来继续和夫人联系，找个合适的机会，我会送你母亲出府。届时你若还想离开，我便会还你生气，给你自由。那小姐您怎么办？不用担心我，把这封信给夫人吧。夫人，是大小姐让奴婢往来送的信。夫人，是大小姐让奴婢往来送的信，她还特意交代奴婢要避开您的耳目。娘，这信里都写了什么？是沈娇写给邵阳长公主的信，她知道你父亲不肯退婚，特求长公主为他做主退婚。什么？娘，可不能让沈娇把这事闯出去啊！长公主曾经被万氏揣着孩子登堂入室过，最讨厌不安于世的女子。若让她知道女儿已经珠堂按结，肯定会支持沈娇退婚的。她是殿下敬重崇光的亲姐姐，向来得殿下敬重。就算我能如愿嫁入陈家，那也会沦为京中笑柄的。你慌什么？但沈娇知道接长公主的事，难道我们就不能吗？娘的意思是，你也说了，长公主最讨厌不安于世的女子，过几日便是长公主的寿辰，届时全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会受邀参加。沈娇到时候出了什么意外，当众出丑，陈家便有了与她退婚的理由，转而风风光光去，岂不是更好？没错，既然他沈娇想毁了我的名声，那我就先毁了他的名声。那金生哥哥就是我一个人的。大小姐，夫人让我过来告诉你，莫忘了3日后出席邵阳长公主的生辰宴，请一天做好准备。我知道了，多谢夫人提醒，我一定会在长公主的生辰宴上好好准备。大小姐，
你或许有点小聪明，小心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多谢我妈妈提醒。不自量力。这个是太医院秘制的技术，用后了无痕迹，任谁也查不出来。一会儿我会让人把阿娇引到西院，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。夫人放心，小的定会好好疼爱大小姐。沈大姑娘，长公主已经收到您的信，现在要请你单独过去说话，有要事相商。真的吗？好啊，请姐姐带路吧。小贱人，可跟我作对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！姐姐，长公主不是说找我吗？这怎么越走越偏僻了？这是长公主殿下的意思，还请沈大姑娘不要多问。是吗？还好前世跟师傅学点乔装之术。沈二姑娘，这是一位贵人托我送给你的。晋升哥哥，真是太让人难为情了。陈晋升无能，连奏章都要我来代笔，他的字迹也太熟了。沈荣，前世你伪造我的字迹，伪造通敌密信，这一世我如数奉还。你是谁？先前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婢女。我们日后不要再相见了。不错，看来这段时日你也没荒废了功夫。什么？才几个月不见就不认识我了？师傅，能够再见到你真的是太好了。怎么了这是？是不是我方才下水太重，弄疼你了？只是我太久没有见到师傅，一时激动罢了。你也是来参加母亲的生辰宴的，怎么走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了？师傅，我被人欺负了。见过长公主殿下。不必多礼。本宫这园子，诸位逛的可还尽兴？殿下这园子啊，风景美不胜收，一步一景。蓉儿呢？真心境啊！你并没看见二小姐，兴许更衣去了。我听闻啊，长公主在西院种下了大片桃树，甚是雅致。如今正值花期，不知可否让妾身等人见识一二？便是伯夫人不提啊，本宫也正有此意。那便一起过去吧。哎呀，讨厌，坏死了！哎呀，好像有什么声音传来，你们听到了吗？我也听到了，好像是个女子的声音啊。好像是从这个房间传出来的。坏死呀了！这声音听着怎么有点像我们家阿娇啊？来人，把门打开！这其中可能有什么误会，我们不然去别处逛逛吧。你让开，把门踹开，本宫倒想看看究竟是何人敢如此大胆。小心肝儿，让我好好疼疼你。
这不是钟情国府家的二姑娘和她家马夫吗？天哪，堂堂国府姑娘居然和一个马夫在长公主的客房里私会！蓉儿，怎么会是你啊？压起来！长公主，您听我解释，我没有私通，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肯定是有人陷害我。娘，你是知道女儿的，你听女儿说句话呀。殿下，蓉儿这孩子向来守规矩，定是不会做出有辱门楣之事。今日肯定是有人设计陷害，还望殿下还我儿清白。是啊，殿下，妾身对沈二姑娘多少有些了解，她不像是这样的人。钟情国夫人，本宫倒也想问问你，你钟情国的马夫是怎么进的本宫内院的？你是个混账东西！你个外男，竟然敢擅闯长公主府内院，如此不懂规矩！来人，拖出去听候发落！夫人不是民。闭嘴！满屋子的贵人，岂容你个奴才发话？拖出去！梁氏，本宫府上还轮不到你来做主。妾身不敢，只是这满屋子的女眷，将人带下去吧，单独审问。沈二姑娘，既然你说有人陷害你，那你倒是说说，究竟是谁有那么大能耐，能在本宫府上作乱？肯定是姐姐，她向来看我不顺眼，在府中便常以嫡长女的身份欺负我。我心疼她一生下来就没有母亲，处处让着她，没想到她竟如此的羞辱陷害我。去把沈大姑娘找来。去把沈大姑娘找来。臣女参见长公主殿下。妹妹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跪在这儿？贱人，是你对不对？是你算计了我。妹妹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？贱人，你装出这模样给谁看的？就是你害了我！放着她！沈大姑娘，你妹妹说你设计诬她清白，可有此事？长公主殿下，臣女冤枉啊！臣女今天第一次来公主府，刚才闲逛时迷了路，幸好遇到了燕将军，是燕将军将臣女带过来。妹妹，我知道发生此事你很难过，可是你也不能无故攀咬我呀。晨儿，沈大姑娘说的话是否属实？回母亲，确有其事。贱人，不是你还有谁？钟情国夫人，你就是这么教导女儿的？殿下息怒，蓉儿她只是被人误会了，太着急了。蓉儿，还不赶快让长公主禀报实情？殿下，臣女真的是被冤枉的，好好的走在路上，突然被人打晕了。醒来的时候就在这房间里了。臣女向来恪守规矩，怎么可能与人私通呢？问问府中婢女，是否看到过沈二姑娘在后院走动？问问府中婢女，是否看到过沈二姑娘在后院走动？你说有人敲晕你，可否看清对方样貌了？没看清。众人都在院子里赏花，为何唯独你不在，还去了偏僻的小路上？臣女赢了茶水，想寻个地方更衣。那又为何独自前往，连贴身的丫鬟都不带？臣女。殿下，问清楚了，有人看到过沈二小姐周天地的出现在南院附近。哎，所有人都在东边赏花，附近就有一处净房。妹妹，你为何跑到南院去啊？前言不搭后语，既如此，本宫也无需再多问了。来人，掀开她的袖子，看看她的手工纱还在。殿下，蓉儿是我钟情伯府的嫡储姑娘，就算她做错什么，也应该由妾身这个当母亲的来处置。就算你归为长公主，也不能越俎代庖啊！如果沈二姑娘今日是在自家后院出的事，本宫自是管不着。可事件出现在本宫府上，若是本宫不管，外人还以为本宫这公主府是什么阿扎地方。动手！天啊，她的手工纱竟然真的没了！原来这沈家二姑娘真早就被破了身，真是有伤风化，辱没门楣。我的肚子。快去大夫！哎，妹妹，你没事吧？这怎么办呀？长公主，听闻公主府有养女医，还请长公主垂怜，让女医替我妹妹诊治。阿娇胡说什么呢？还敢劳烦公主府的女医？殿下，我这就带蓉儿回伯府医治。请女医。
回禀殿下，沈二姑娘这是情绪激动之下动了胎气。你确定有孕了？是，已经2月有余了。梁氏，你作为母亲，应该是知情的吧？尽管你想把人带去府中医治，既是你沈家的家务事，本宫并不便再插手。把人带回去吧。郡主，公公请二小姐扶走。你们说她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该不会是那先前马夫吧？那马夫看着都能当他爷爷了吧？我看比那高兰院的娼妓还你像。们都给我闭嘴！你们懂什么？这孩子是晋升哥哥的，我和晋升哥哥早就两情相悦，今日也是与他有约，才会被人钻了空子。蓉儿，娘啊，我实在是忍不了了。我和晋升哥哥早就两情相悦，情投意合，都怪沈娇这个贱人，狠插一脚。妹妹，你说什么？你肚子里怀的是陈继生的孩子，那可是我的未婚夫呀！宣平侯夫人，这里面还有你家的事呢。真是一出好戏呀！殿下，小女身体不适，先让她回去休息吧。青竹，还不赶快扶小姐出去？请长公主为臣女做主。阿娇，你干什么？我现在才听明白，原来我的妹妹勾搭上了我的未婚夫，连孩子都怀上了。长公主，请你一定要为臣女做主啊！殿下，臣妾这大女儿从小在庄子上养着，不懂规矩。闹什么？还不赶快跟我回家！不，沈柔和陈晋生连孩子都搞出来了，你们都知道，却一直瞒着我，你们瞒我瞒得好苦啊！沈大姑娘，你要本宫如何为你做主？既然陈家哥哥和妹妹才是一对，那我也不在中间横插一脚了。我要休了陈晋生。沈娇，殿下，女儿不懂事，你不要听她的。沈大姑娘，你确定不是退婚，而是要休了陈晋生？是，此前并无女子休夫的先例，就算是陈晋生有错在先，就算是本宫今日为你做主，日后你也会遭受到比此更严重的攻击和谩骂。你还要坚持？请殿下成全。不错，你很有魄力，本宫当年不及你。那么，殿下不可啊！殿下，我儿毕竟是陛下亲封的宣平侯世子，怎能由一个女子休妻？这不是笑话吗？妾身也以为此事不妥。俗话说，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。就算您贵为长公主，也不好插手男女婚约之事。何况2个孩子的父母都还在呢。父母，梁夫人、陈夫人，你们若真当我为女儿，当儿媳，你们也不会知道这些事情，还故意瞒着我。难道你们是知道我的生母不在了，所以你们指定的没有人心疼我，没有人替我撑腰？放肆！长公主和诸位长辈在这里，岂容你胡说八道？宣平侯夫人，你也是有女儿的人，若是今天的事情落在你的女儿身上，你会怎么做？看来刀不落在自己身上是不知道疼。那也不能休夫，我最多同意和平退婚，否则我宣平侯府的面子往哪搁？请长公主定夺。陈晋生有错在先，理应受到教训。本宫同意休夫。长公主，陈夫人，这点事本长公主还是能做主的。沈大姑娘，现在就写申书吧。陈伯母，现在晋升哥哥与沈娇已经没有婚约，那我和他的婚事……你个灾星，给我们家惹出这么多事儿，害得我家颜面尽失，还想风风光光进我家门，滚开！娘，他怎么这样啊？没想到沈娇那贱人如此狡猾，今日竟失了手。不过你父亲马上就要回来了，你不用担心，待为娘在你父亲身边吹着这边风，你父亲一定饶不了他。殿下，臣女有错。哦，何错之有？臣女早就知道妹妹和陈晋生的私情，方才却装作不知，还借了殿下的事来摆脱这段婚姻。殿下早就看穿了我的心思，却没有拆穿于我，臣女心中有愧。好了，
起来说话吧。谢殿下。你师母在世时与本宫有些交情，你的事情啊，本宫也听说过一些。本宫帮你，不是因为念旧情，也不是因为同情你，本宫啊是欣赏你的勇气。殿下，行了，今日这场闹剧看到现在，本宫还有什么看不明白的呢？你那继母啊，看着就是个小心眼的，想必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剩下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。哪怕万险千难，臣女绝不后退。师傅，要回去了。师傅，今天谢谢你为我掩护。今日你强行退了婚，宣平侯府颜面尽失，应该不会再令慎荣过问。可是你父亲在朝堂之上少了个助力，多了个大帝，当会大发雷霆。再加你继母煽风点火，恐怕……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吧。大不了我就溜出家门，跟着师傅一起从军入伍。我也从那马背上取个公侯之位，砸回我父亲脸上。健身抬高，你这一件是要穿心的。握剑一定要稳，不然只能刺中敌人肺部。若是敌人与你换伤，你就已经死了。师傅，你一个伯父嫡女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，为什么要学这些杀人的本领？我不想像他们一样，遇事只能引颈带路。我想掌握自己的命运。师傅，你笑什么？北朝亦有木兰故事，怎么？你觉得我不行吗？不，阿娇，你很好，从未如此之好。现在，你当真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本事了。师傅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若换做之前的你，即使随我学了一身本事，却依旧囿于规矩方圆，恐怕明知此事，会为了外祖国公府的名声，受父亲继母之难，忍气吞声，嫁入陈家，蹉跎一生。可不就是如此？非但不止蹉跎一生，还为臣近身所害，甚至……怎么了，阿娇？你还受了什么委屈？告诉师傅，师傅替你出气。我大周武安侯收拾一个没有官身的宣平侯世子，还算不上什么难事。师傅，这一次我自己来就好，我不想再牵连师傅了。哦，我说的是，我之前居住的庄子遭受山匪攻陷，也是师傅率军赶到，救了我一庄子人的性命，也是我在你驻扎期间要求你教我武艺绝学，我不想再麻烦你了。你要记得，既然你叫我一声师傅，按你的事，便是我的事，何谈麻烦？可你把他师傅当外人？怎么会？师傅是我最敬重之人。那就不怕麻烦于我。近日边关换防，我都会留在京中。你有什么难事，大可前来找我。师傅本是纵横天下的绝代将星，前世若非我瞻前顾后，迟疑不决，也不会害得师傅遭受诬陷，流放北地，最终还为我重活一世。不能再这样了。既如此，那阿娇就先谢过师傅了。回去吧，一路小心。那师傅再见。大小姐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还知道回府呀？我还以为大小姐翅膀硬了，不要娘家了呢。王妈妈，你这是还想再挨我一巴掌？你这里是忠亲伯府，不是良府。我回我自己家，还需要夫人同意不成？好，大小姐还真是伶牙俐齿。夫人有令，命大小姐去祠堂跪着，在沈家列祖列宗的牌位前反省思过。大小姐，老奴早就提醒过大小姐，伯爷公务繁忙，这内宅还是夫人说了算的。小姐，你快吃。皇兄，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夫人想让宣平侯府转而迎娶二小姐，
可宣平侯府那边的态度似乎发生了转变，夫人就亲自去了一趟宣平侯府，回来就气得砸了一套茶具。我还以为沈柔和陈金生情比金坚，没想到也不过如此。小姐，你还是多关心一下你自己吧。你已经在祠堂跪了3天了，夫人还断了你的水米，就是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住啊。大姐，父亲这几日去通州巡查，过几日应该就回来了。是，老爷离家前说过，最多月余便能回来。娘，陈家那边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如今我有孕的事情已经传出去了，那我只能嫁到陈家了呀！别转了，你以为我不想早点把你嫁出去？可是那宣平侯夫人死都不松口，说要是你过门，只能为妾。妈，我可是伯府的嫡小姐，怎能为妾？更何况我还怀了陈家的骨肉，都怪沈娇这个贱人，若不是她，我怎能受到这奇耻大辱？也不知道她走了什么狗屎运，分明是她在暗中捣鬼，就连长公主嫡子。18岁就因为赫赫战功被封为武安侯的燕临辰也为他们说话作保，他俩什么时候有的交集？真是奇了怪！夫人，红袖来了。夫人，奴婢方才假意去给大小姐送吃时，探听到了大小姐接下来的计划。什么计划？大小姐自知如此大张旗鼓地休了陈世子，会让老爷在官场上受到宣平侯府一派的攻击，所以打算将计就计，来平息老爷的怒火。夫人，你已经断了他的水米，想必老爷回来时早已奄奄一息。老爷见了自是会心疼，同时还能构陷您为母不慈、虐待妓女，来瓦解老爷对您的信任。这个贱人竟如此狡猾，娘，咱看来不能把她继续关在祠堂了，否则岂不是成全了她？你做得好，下去。娘，你快想个办法呀！王妈妈，快把沈娇放出来！你急什么？以为这样就能办到？沈娇未免也太天真。我要让她知道，敢挑战我这个祖母的威严，我要让她付出代价。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哎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老爷，不好了！小姐放火烧了祠堂，吓得这样去救火的。什么？快去！哎！老爷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老爷。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就要悬梁自尽了。刚才我听下人说阿娇放火烧了祠堂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老爷，都是妾身的错，是妾身没有管教好阿娇的丫头。前几日在长公主的生辰宴上，阿娇心事嚣张，她竟当众休了宣平侯世子。什么？她是女子，怎可休弃男子？宣平侯是陛下宠臣，他在朝中颇有权势。阿娇如此行径，岂不是让老爷在官场树敌吗？妾身也是为了咱们这一大家子着想，就让阿娇跪在祠堂反省。没成想他竟说要烧了祖宗牌位，让他闯下如此大祸，妾身实在是有亏沈家列祖列宗，妾身只能以死谢罪了。这逆女在哪儿？看我不打死她！臣妾暂时将她软禁在她的院中。哼！沈娇，父亲，不孝女，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好事！父亲一进来也不说什么事，就不问青红皂白给了女儿一巴掌，这是何道理？你还想狡辩？给我跪下！女儿又没做错什么事，为什么要跪下？你母亲说你当众休了陈世子，还放火烧了祠堂，毁了祖宗牌位，是不是真的？我若说不是呢，父亲会信吗？你从小在老家庄子上长大，性子向来野性难驯，不服管教。如今连当众休妇这样不要脸的事情都做得出，不是你，还能有谁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来？父亲既已认定是我做的，又何必再问？不如打死我算了。好，今天我就打死你这个孽障！来人，请家法！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老爷不可呀！放开！阿
阿娇虽然骄纵，平日对我这个嫡女也不怎么尊敬，但是到底还是你的骨肉也给打坏了。虽然姐姐烧了祖宗牌位，但是我相信祖宗在上是会保佑她的。你们都不用为他说话。今天我要不打死他，我就对不起沈家的列祖列宗。叶大将军到！叶大将军到！叶将军，您怎么大驾光临了？前几日家母生辰宴，伯府女眷前去贺宴，没成想还落了一个人留在公主府。家母见迟迟未有人来接，便派我亲自给送过来了。什么人？带过来吧。这不是陈府上的马夫吗？怎么？那还要问问贵府的夫人和二姑娘。这又是怎么回事？二姑娘在宴会与这马夫苟合，被家母抓个正着。难道夫人没有告诉您吗？什么？那想必夫人正在忙着商议与陈家的婚事，还没来得及吧？二姑娘的肚子，估计是捂不住。什么肚子？难道你们一家人相聚在此，不正是为了此事吗？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把他嘴里的布巾拿下，让他说。老爷饶命！老爷饶命！你说，那天在宴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是夫人给了小人一锭银子，让小人私混进后院，趁机毁了大小姐的清白。小人只能听命从事。老爷饶命！老爷饶命！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本将亲自审问的结果，难道您是怀疑本将作假不成？蠢妇！你就是这般长家的啊！老爷，你打我！你做出如此肮脏的事情，我打你都是轻的。我看我这忠情伯府已经容不下你，你赶紧收拾了嫁妆，滚回娘家去吧！老爷，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呀。蓉儿有了身子，阿娇说什么也不肯答应让她进门。难道我要眼看着蓉儿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吗？老爷，我嫁给你10几年了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是知道的呀。老爷，我只是一时冲动犯了糊涂。况且阿娇这不是好好的没事吗？难道你要因为此事断了10多年的夫妻情分吗？老爷，爹爹，娘她不是故意的，你就饶了她这次吧。爹，老爷，阿娇，大小姐多日未曾见食导致的体虚，恢复进食便可缓解。只是什么？大小姐身上有不少暗伤，因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，拖到现在已经影响到了根本，需要长时间调理。阿娇是伯府大小姐，怎会没有饭吃，还留下这么多的暗伤？父亲，你若是不喜欢我，便让我回庄子里去吧。别说傻话，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怎会不喜欢你？你不用再骗我了。我知道，我没了亲娘，在这个府里就是个外人。父亲，你但凡平时关心我一点，你就该知道我在这个府里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。夫人纵容妹妹抢我未婚夫，还想毁我清白。父亲，你知道了，只是听了他们哭诉几句，便想原谅他们。而我跟你说我没有放火烧祠堂，你却不信，你还想用家法打死我。你这个毒妇！你为母不慈，给我滚回院子禁足！待我将整件事情调查清楚，才好好的收拾你！哼！当日你让我留下的马夫，便是料到了会有今日。你家的那位马夫，你可带回去，他是关键证人，兴许能为你所用。不，还请师傅帮忙在客人那拉夫几日。因为我比较了解夫人的性格，所以有备无患罢了。有勇有谋，看来我是白担心你了。师傅怎么会白担心呢？我现在唯一的依靠也只有师傅了。沈红不是一个好父亲。我知道，我现在对他已经不抱有任何期待了。
我现在只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，然后离开沈家。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告诉我。师傅，你还是对我这么好，可我却……你却怎么？我却害死了你。师傅，如果有一天我想离开沈家，你会带我走吗？师傅早就教导过你，凡事都要靠自己，需要做到自立。哎呀，师傅，你别念了，耳朵都起茧了。师傅，你就口是心非。不准失常，为师怎么口是心非？那你说，这是什么？不准失常，为师怎么口是心非啊？那你说，这是什么？师傅，今天是你的生辰，这是我送你的生辰礼，我亲手绣的哦。这绣的是烧火棍，这是竹子，竹子代表清雅正直，就像师傅这样。我学了好久才学会呢。我这横看竖看，它都像是烧火棍。我再也不要李师傅了，那你还给我。哎，送出去的礼物哪有收回的道理？李师傅。早上出门太急，兴许是下人给拿错了。既然你没什么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师傅，你一定要长命百岁啊！为师尽量。小姐，奴婢刚刚路过的时候，听见老爷在责骂夫人和二小姐，他们哭得可惨了。这样咱们算是赢了吧？赢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可夫人和二小姐做的那些事，事实清楚，无从抵赖。都到这个份上了，难道老爷还要偏心包庇他们？文秀，你可还记得夫人的出身？记得，夫人是老夫人的娘家侄女。她有祖母做靠山，现在父亲在气头上想休了她，可是祖母一来，一句孝道就能压下来。最后这件事情啊，估计也就是不了了之。那怎么办？一步一步，慢慢来吧。算算时间，祖母也快要回府了吧？上辈子她回府以后，可是发生了不少事儿呢。老夫人，府里来急信了。出来这么久，老身该回府了。还在生父亲的气。为父这次确实误会了你，但你母亲说的一些话也确实没错。你桀骜难驯，嚣张跋扈，但凡你大度懂事一些，为父又怎会误会你？说到底，你也有错。父亲这是特地来教训我的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是你父亲，你摆张臭脸给谁看？原来您还记得您是我父亲呢，我还以为您忘了呢。我刚被人抢了未婚夫，还差点被毁了清白。你作为父亲，不去找那些做使用者，却来找我这个受害者，你可真是我的好父亲啊！俗话说，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。如果我的亲生母亲在此，我还会受这么多委屈吗？父亲既然觉得我碍眼，那不如让我回庄子里去，或者让我投奔外祖父也行。说什么胡话！你是沈家的女儿，我还活得好好的，投奔什么外祖家？那就请父亲给我一个交代。你梁氏进门10多年，为我生儿育女，管理后宅，操持家务，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再者，你祖母年事已高，受不得刺激。那父亲的意思是让我息事宁人，当做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为父会补偿你。宣平侯府的亲退了便退了，为父定会为你定一门更好的亲事，置办更丰厚的嫁妆。看来父亲是来和我谈条件的，但是如果谈条件，这些筹码可不够哦。你想什么？现在我已长大成人，请父亲把我母亲的嫁妆交给我来打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的不够明白吗？女子嫁妆属于个人私产，不入府管理。前几年我年纪尚小，所以交由夫人来打理。现在我已成年，父亲也该把嫁妆
交给我来办理。此事不妥。你自小在庄子上长大，没有学过管理账务，即便你母亲的嫁妆要交还给你管理，但也要等你学过之后再说。那既然如此，那我可要将他们母女对我的所作所为，抢我未婚夫的事情和外人好好说道。你就非要你母亲的嫁妆？是，父亲，我已经让步很多了。换做别人，他们母女早就见了官府了吧？好，明日我便让人把账本给你送来。多谢父亲。小姐，老爷答应了？他不得不答应。可奴婢还是觉得太亏了。先夫人的嫁妆本来就该是小姐您的，如今却要拿条件去交换，说到底，老爷还是偏心的。我已经不对他抱有任何期待了。现在趁老夫人回府之前，我得赶紧把我娘的嫁妆要回来，这样损失可以小一些。上一世我都出嫁了，老夫人还死死地把母亲的嫁妆抓在手里不放。明日，你将阿娇母亲的嫁妆单子和账本都交给阿娇，以后这笔账都由她自己管。什么？姐姐都去世那么多年了，她的嫁妆早就已经归到沈府公账中，如何还能再还得回去？我什么时候说这笔嫁妆要归到沈府公账了？这是阿娇生母从娘家带来的东西，本就该给阿娇，我还没那么大脸贪这笔钱。可是什么？按我说的办。你别忘了，你才做过什么？要不是担心母亲受刺激，我早就一纸休书将你扫地出门了。哼！好你个贱丫头，想要嫁妆是吧？好，让你有命要，没命花。大小姐，这是夫人让老奴送来的账本儿。我妈妈，我记得陈江这块土地是块肥地，怎么连续好几年都欠收了呢？嗨，这种庄稼呀是靠天吃饭，天气不好，收成自然不好。这几年年年旱灾，暂时欠收也是正常。好，是吗？旱灾我有耳闻，可是京城附近的土地好像没怎么受影响吧？大小姐的意思是，怀疑夫人做了假账。老妈妈言重了，我作为晚辈，自敢是不敢怀疑长辈的。哼，大小姐要是不信，就自己去庄子上看看，也免得我家夫人好心帮你管账，却落得克扣你钱粮的坏名声。这个老刁奴不过是仗着夫人狐假虎威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他是故意的啊！这账本上的漏洞错漏百出，是个人都能看出来。夫人作为10几年当家主母，这么低级的错误，她是不会犯的。小姐的意思是，夫人是故意借此将你引到庄子上去？我母亲是老国公的独生女，出嫁时十里红妆羡煞旁人。你说，夫人，她愿不愿意把这些东西吐出来？难道夫人故意将小姐引出城去，好在外面对小姐动手？这也太歹毒了！红袖，准备一下，明天出城啊！小姐，要不还是算了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为何要回去？夫人摆明了是想引你出城，然后暗中加害啊！明知是个坑，咱们为何还要主动跳下去啊？是坑没错，但是风险和机遇都是并存的。奴婢不懂。很快你就懂了。前世便是今日，陈晋生急于立功入室，设计让陛下最宠爱的小皇子溜出宫，被人贩子拐走，他再出面营救。小皇子就藏在田中的后山上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将此事嫁祸给了师傅，顺带除了一个政敌。后来陈晋生酒后失言，将此事说了出来。哎，今儿个真高兴啊！接着喝，接着喝。哎，什么五脏侯啊，大周朝几百年难遇的将才，我只不过是略施小计，不就是顶罪背锅吗？燕临城，你就在流放之地啊，蹉跎到老吧。说什么？我才是大周，
最有潜力的将星啊！我正要细查之时，边关却起了战事。再后来，大周朝吃了败仗，我和师父也被陈近生坑杀。现在我重活一世，绝对不会让悲剧再重演。将军，沈大姑娘今日早出城了。她出城做什么？似乎田庄的账有什么问题，沈大姑娘想亲自去看看。不过属下发现钟勤伯夫人梁氏那边偷偷收买了一伙地痞流氓，怕是对沈大姑娘不利呀。备马。是。来了。呀！不对，你怎么会功夫？梁氏请你们的时候没有告诉过你们吗？还是他已经穷到请不起杀手，只能请你们这种三脚猫了？你不要过来，我们只是拿钱办事。留下一只手，我不杀你。小姐小姐，小姐。没事吧？谢谢师傅，你已经救了我3次了。不是2次吗？怎么成3次了？啊，那我可能记错了。全部捆起来，都给我带走！是，带走。走，老司机。谢谢。不过师傅，你怎么回来？啊，公务，正巧路过。哦，那还真的是有点巧。怎么了？当了太久大家闺秀，疏于锻炼，让师傅见笑了。此乃宫廷秘制，可舒筋活络，减缓疼痛。你事前记得擦一擦，免得第2天更疼。谢谢师傅。我看你的马车已经坏了，要不坐我的，你去让我送你。我想去我娘的田庄，再往前走10里路就到了。来人，备马。是。此时小皇子应该已经被陈晋生拐了出来，与其让陈晋生后面有机会嫁祸给师傅，不如先下手为强，乱了他的计划。前面不到100丈就是田庄了，为落人口实，我就不送你了。你自己过去没有问题吧？没问题。那你去吧。师傅，怎么了？你可以跟我去个地方吗？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但是你去了就知道了。带路。师傅，你不问我为什么吗？当然，为何要这么问？我说过我相信你，就不会怀疑。师傅，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。什么？又让陈江那个小贱人跑了？干什么吃？本来计划的很顺利的，马上要把那小贱人送上西天了，突然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个男子，把他给救走了，还把那几个杀手都抓了起来。我们藏在暗处观察情况的人见势不妙，当即离开，这才能回来给您报信儿。男子？什么男子？我们的人离得远，没看清长相。你听说了吗？大小姐竟然跟人私奔了！听说了，有人亲眼看到大小姐和一个陌生男子出了城，亲密的很呢。难怪她要退了和宣平后府的亲事，这是早就有了情郎了吧？这个孽障，赶紧，快给我把他抓回来！是，快去，快去！师傅，好像就前面那间房子了，我们过去看看。似乎有人在看守，你小心点，跟在我的后面。世子，小皇子就在这屋里。都办妥了吗？没有走漏风声吧？世子放心，小皇子是自己偷溜出宫的，又很不巧被人贩子拐走，无论怎么查也查不到宣平侯府头上。您只是上山打猎，又巧救了被拐的小皇子。很好，等救出小皇子之后，
把这些人都给我处理掉。是。都怪沈江这个贱人，把我和荣儿的事情闹大，害得我名声尽毁，才用这种方式挽回我的名声。等我这一次翻身之后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哎呀！璇儿，老兄大人，快救我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应该在宫里吗？你又偷跑出来了吧？师傅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们换个地方再说吧。看我会咋收拾你这个臭小子！人呢？世子，这我们也不知道，明明约好把小皇子带到这个房间里的。世子，外面有打斗的痕迹，会不会有人先我们一步把小皇子救走了？你们两个给我去找！找不到小皇子，你们的脑袋别想要！是。想必宫里此时已经闹翻天了，我先送这小子回去。师傅，已经到城门口了，我自己能回去。皇兄，我们也先回去吧。逆女，你还知道回来？父亲，我又做错什么了吗？还有脸问？给我把这个孽障带回去！孽障，你给我跪下！父亲又是请家法，又是让我跪下，不知道这次又是因为什么事。父亲就算是要我死，我也要死个明白吧。还敢狡辩？外面都传遍了，说你与陌生男子私奔，做出如此不要脸的事，把我的脸都丢尽了，还好意思问？我没有私奔，没有。外面传得沸沸扬扬，一个人冤枉你，2个人冤枉你，难不成所有人约好了冤枉你？我说了，我没有私奔，父亲都没有问过我就给我定罪，这是何道理？冥顽不灵，敢做却不敢承认，就生出你这样的女儿。我倒也想问问，你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父亲？好，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个逆女！夫人，二小姐，老爷亲自把大太太抓了回来，正在执行家法呢，说是要直接打死她。真的？走，我娘娘看下去。我没有和人私奔。好，你说你没有私奔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你这大半日都做什么去了？我本想去母亲的田中看看，没想到半路遇到了刺杀。我说了，父亲你信吗？荒谬！一个闺阁女子谁会闲着没事来刺杀你？刺杀你有什么好处？是我一个闺阁女子，有谁会刺杀我？我死了，谁会受益？父亲，你难道都不想一想吗？阿娇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难道你想说是我要刺杀你不成？姐姐，你怎么能如此说母亲？母亲这几日被父亲禁足反省，连门都出不去，怎么可能找人刺杀你呀？讨厌！你看看你生的好女儿啊，她怎么能如此冤枉我呢？我辛辛苦苦养了她这么多年，难道还养出仇了？你自己犯错，还要扯上别人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遇到了刺杀，好不容易才逃脱，又碰到了人贩子绑架了小皇子，我又救了小皇子，所以才耽搁到现在。阿娇，你就算要编故事，也编个符合常理的吧。被刺杀也就算了，那小皇子好好的住在宫里，怎么能被人贩子绑架呢？是啊，姐姐，你当自己在写话本子吗？父亲，你不信是吗？满口胡言，没一句真话。圣旨到，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获承天训，亲若前训。东秦伯府第一长女沈世娇营救小皇子有功，特封永嘉县主，自10亿300户，另赏赐黄金100两，东宫地阁，绫罗10匹。接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县主请起。
伯爷，这县主的一身伤，你方才这是一点小误会，小误会哦，小误会啊，小误会就好。哎，这县主刚救了小皇子有功，娘娘在咱家出宫前给交代，说过2天要请县主到宫里说话。这到时要是看着满身的伤，恐怕你这忠亲伯府担待不起呀。公公所言极是。那好，这旨意宣完，那咱家就回去复命了。伯爷，好自为之。公公慢走。沈伯爷在朝堂之上毫无正见，随风飘摆，胆小怕事，在家里却是如此威风。这是我沈某的家事。本将军本不想插手你的家事，只是今日出城，意外碰到了县主被刺。如果不是我及时营救，恐怕县主早已命丧黄泉。我作为当事人之一，自然是有必要前来府上说明情况。只是稍微来晚了些，县主就被人打成这样。伯爷的所作所为，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可外面都传言，伯爷就没有自己的主见吗？张母想请县主到府上做客几日，告辞。到底是谁敢刺杀阿娇，还对外散布他与人私奔的谣言？给我仔细的查！谁准出来的？不是让你禁足吗？来人，把夫人带回房。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准放她出来。爹，我娘她……还有你，你出阁就珠拍案底，这脸都让你丢尽了。要么有一台轿子送你去陈家做妾，要么你拿掉这个镊子，绞了头发当姑子去。娘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沈家那贱人当了县主，爹肯定会偏向她的。我不想当妾，可更不想当姑子呀。不，我们还有办法的。前几日我给你祖母去了信，叫她回来。算算日子，她现在应该已经在路上了。阿娇那个小贱人现在被封为县主，还有燕临臣帮她撑腰，看来也只有你祖母能压得住她了。我们再忍耐几日。别动，醒了。你感觉可好些了？感觉好些了。多谢长公主。这钟庭博未免下手也太狠了，好歹是亲生女儿，还是个姑娘家，偏子往脸上抽，这万一要是毁容了，天底下哪有这样当爹的？臣女早就习惯了。你先在公主府住下，把伤养好再说。老爷，查到了，之前关于大小姐和人私奔的流言是从夫人身边王妈妈嘴里传出去的。这个毒妇被禁足了还不安分？还有之前城外刺杀大小姐的刺客，也是夫人花钱雇的。夫人在给大小姐的账本里故意留下了蹊跷之处，引得大小姐去田庄查看，然后办到劫杀大小姐。见大小姐被燕将军所救，于是一计不成，便心生二计，招摇大小姐与人私奔呐。也就是说，阿娇自始至终说的都是实话，而我却从来没有相信过她。老爷，您这也是被夫人给蒙蔽了。哎，老爷，您这是要去哪儿了？我要去公主府把阿娇接回来。哎呀，来，我跟你去。阿娇，你的脸……多谢父亲赐编。为父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这所有一切都是梁氏的过错。你放心，我会狠狠惩罚梁氏，让他把管家权交出来。你祖母也快回来了，届时家里没人敢再让你受委屈。好，阿娇，你就跟我回府吧。你是沈家的女儿，家里长辈都在，一直住在公主府，始终不成体统，传出去也会让人笑话。父亲，你是真的意识到你自己错了，想带我回府，还是只关心你自己的面子？为父，父亲一见到我就自说自话，没有一句话在过问我的伤情。我看你关心的是你自己的颜面吧？你爱的是我这个女儿，还是你自己啊？我当然是心疼你这个女儿，况且
我也承诺过你要惩罚梁氏，连他的管家权都收走了，还不够有诚意吗？我是不会回伯府。你父亲，没什么事的话，就先请回吧。母亲，母亲，您回来了。见过祖母。怎么不见阿娇？听闻她被封为县主，怎么老身这个祖母不配让她出来迎接了？母亲，阿娇在长公主府小住，她父母长辈俱在，与长公主有非亲非故，为何跑去长公主府养伤？传出去像什么话？是啊，祖母，我也觉得这样不妥。可姐姐铁了心不愿回来，都怪我惹姐姐生气了，姐姐才有家都不回。与你有什么关系？她一个在乡下长大的丫头，懂得什么是规矩，让人把她找回来。是母亲。若我这个祖母的话她不愿听，那就别说是我沈家的姑娘。亲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你要是再不回来呀，我就要被沈江那个丫头给压死了。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，连个未出嫁的小丫头你就治不了。母亲，您可不知道，沈娇最近跟换了个人似的，狡猾得很，不仅退了宣平侯府的亲，还害得我们两家都丢尽了脸面。那宣平侯府现在更是迁怒于我们家，不敢承认蓉儿进门了。可蓉儿的肚子……明日我亲自到宣平侯府走一趟，我的面子他陈家会顾及一二的。至于那个沈娇，待他回到府后，老身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他。谢谢母亲，那我们母女就仰仗母亲给做主了。小姐，您的伤怎么样了？童秀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姐，老夫人今日一早回府了，老爷让奴婢来接您回去侍奉老夫人。倒是把这事给忘了。我知道了，晚些我就回去。啊，不行不行，出来，我下错了，落棋不悔真君子。我是女子，本来就不是什么君子。算了，哪天啊，你要是不悔棋，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。哎呀，我这步走错了，重来。不行，师傅，我马上就要启程回京了，可能我们两个之间很久就没法在一起下棋了，你就让我嘛。人生如棋，落子无悔。你真的要回见与宣平侯世子成婚？上次和师傅下棋前，我要启程回京了，这次和师傅下棋，我又要回伯府了。你大可在府上多留几日，看什么人敢说你闲话。我不是怕人说闲话，只是我祖母回府了，我作为孙女儿，我得回去侍奉左右，不然恐为人诟病。好，让我送你回去。谢谢师傅。这药对外伤十分有用，记得每日都用。好，进去。这该死的贱人，什么时候和燕将军关系这么好？亲自送他去长公主府养伤不说，还亲自送他回来，他沈娇凭什么？孙女儿见过祖母。你还知道回来？孙女不知祖母今日回来，未能亲自迎接，是孙女的不是。罢了，过去的事儿就不再提了。既然你已经回来了，那老身倒是刚好有件事情要与你商议，不知是何事？老身路过云州，恰巧碰到一个人，此人在云州长大，姓周，说是与阿娇青梅竹马，已经私定终身。老身不知真假，又怕他到外边乱说，毁了阿娇的名声，所以便把他一块带回来了。把人请进来吧。你看看，可认得此人？阿娇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周新文，
小娇娇，娇娇，小娇娇，快让我好好亲亲你。你喝醉了。我没醉。来人，送周公子下去。站住！你个臭娘们啊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今天本公子就要尝一尝你的千金大小姐的滋味。哎呦！夫人竟然把周新闻带来了，上辈子没有这一出，想必是这辈子我动了夫人和沈荣，把这老太太逼急了。阿娇认得他，看来此人没有诓骗老身。既是如此，便让他到府上住下，商议你俩成婚之事。姐姐，你执意要与晋升哥哥退婚，原来是和这周公子早就私定终身了。祖母，孙女确实认识他。孙女儿从小在云州老家长大，认识几个云州人很正常。可是婚约之事纯属无稽之谈，祖母为什么不问过孙女儿，就应下此门亲事？他都说了，你俩在云州已私定终身，这难道有假吗？若是所有人都说与孙女私定终身，那孙女儿岂不分身乏术？阿娇，怎么跟祖母说话？是阿娇，祖母是你的长辈，你可不能再像之前对我那般大呼小叫的，没规则。我说的有错吗？我虽然从小在云州老家长大，可我也知礼仪廉耻，不会随便与人私定终身。若是随便来个人就能定下这门亲事，那你们的心也太急了吧？这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？你给我闭嘴！祖母面前还敢口无遮拦，你的教养呢？姐姐，你平日里对我和母亲无礼也就罢了，对祖母也这般无礼。我与这人有过几面之缘，但并无半点情谊。想让我和他订婚，想都别想！你这丫头越来越没有规矩了。老身好心为了你的名声着想，他这是什么态度？母亲，您别生气，我一定回去好好教训他。儿女都是债。姐姐，这么好的春光，怎么一个人闷在屋子里头，也不出去走走？你来做什么？怎么了？天气晴了，雨停了，你觉得你自己又醒了？姐姐这说的是什么话？妹妹也是好心，姐姐怎么这般态度？我不需要，赶紧滚吧！你，姐姐怕是不知道吧？祖母明日就要亲自去宣平侯府商议我和晋升哥哥的婚事，有祖母出面，这桩婚事就要摆上钉钉了。你说说你，那么早退婚干嘛？你退了婚，这宣平侯府世子夫人的位置就彻底是我一个人的了。不过是我不要的垃圾罢了。你喜欢啊？那我就送你好了。沈娇，你别以为你封个县主就了不起，县主又如何？咱们女子最重要的就是嫁个好夫婿。你说说你一个退过婚还闹得满城风雨的女子，还能说这什么好亲事？要我说啊，你就只配嫁给周星辰这种乡下来的破落户了。这话呀，还是等你真的嫁进宣平侯府再来和我说吧。我是退过婚，可你呢？还未成亲就珠胎暗结，你真的以为嫁进宣平侯府就高枕无忧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宣平侯府可不缺人生孩子。你少给我挑拨离间！晋升哥哥只爱我一个人，他说过非我不娶。好，那姐姐就祝你们这对狗男女天长地久，最好一辈子锁死，千万别去祸害其他人。你别得意，给我等着！老夫人，不是我陈家不守信用，而是你沈家的姑娘一个个太有本事了，我宣平侯府高攀不上。亲家，这都是误会。蓉儿这孩子啊，从小都乖巧懂事，你是知道的。更何况，她现在怀了陈家的孩子，她真的是被人给算计了。老身今日豁出老脸登门，就是想让亲家再给蓉儿一次机会。老身敢用性命为蓉儿担保，上次发生的事儿不会再发生第二次。我倒是想给蓉儿机会，可是你家那位县主做事实在太狠毒，半点情面不留，害得我宣平侯府丢尽了脸面。若是不让我出了这口恶气，晋升和蓉儿的婚礼就别办。
亲家放心，不过是一个短命鬼生的野丫头。为了蓉儿的幸福，老身知道该怎么做。小姐，你说老夫人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怎么把周兴文这个畜生给带来了？他难道不知道周兴文曾经对小姐你……他当然知道，他就是故意的。小姐，咱接下来怎么办啊？总不能真的认下这桩婚事。别急，我有办法。夫人，这些都是刚从敌军水院里营救出来的大周百姓。你是沈大姑娘，你认识我？你没见过我，但我曾见过你2次。你幼时在云州老家的庄子上长大，我就住在您隔壁周家。当时隔壁确实有一个姓周的，不过你怎么会流落边关，还被敌军围住？我曾是周家的童养媳，可后来周家攀上了一门好亲事，便将我发卖到了烟花之地。后来一路辗转，算算时间，周兴文的童养媳也该被发卖了吧？祖母，怎么样？陈家那边怎么说？宣平侯夫人开出条件，只要毁掉沈家的名声，让他报一报当日在长公主府的仇，便允你进门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宣平侯府只是在气头上，不会真的不要我的。母亲，沈江那丫头现在可不好对付，你一定要谨慎一点才行。放心吧，老身已经吩咐下去了。老夫人，您交代的事情都已经办妥了，明日啊，京城就会传出大小姐与周公子感人肺腑的往事。那个周兴文不会出什么纰漏吧？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周家就是个末路户。哎呀，他能跟伯府的狄小姐结亲，那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他说了，他会配合您的计划。当年那个袁若嫁进沈家，仗着自己是国公府的独女，对我这个婆母从不放在眼里。身份再尊贵又如何？还不是个短命鬼。他生的女儿被我放在乡下自生自灭，现在还不是要嫁给那个破落户？哎呀，恭喜老夫人，您终于能出一出当年的怨气了。还是母亲最有办法。只要沈家和周兴文早有传闻的事传得人尽皆知，不仅可以毁了沈家的名声，还可以逼得她只能嫁给周兴文，真是一箭双雕。这样看来，他沈家还有什么底气嚣张？沈娇这个贱人和她的亲娘一样，一身的反骨，但当年老身能拿捏住他娘，自然也能拿捏住他。老身倒要看看他沈家的骨头有没有他娘袁若的印。哎，小姐，这边请。你们听说了吗？中秦伯府大小姐沈娇是一个薄情妇人、攀附权贵的人。中秦伯府的大小姐，听说她是前几日刚和宣平侯的世子退了婚嘛？她是和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妹妹钻了空子，也是怪可怜的。这消息已经落后了，事情已经有反转了。听说沈娇在老家庄的时候和一位姓周的书生好上了。这群人简直就是胡说八道。小姐，奴婢这就去好好教训他。今天你能让他们闭嘴，那日后其他人呢？你也都能让他们闭嘴吗？那也不能任由他们胡说呀。最近有关我的流言甚嚣尘上，若是说这背后没有指使之人，我是不信的。正所谓擒贼先擒王，揪出这幕后之人，便是破局之法。小姐有办法了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再看看。沈家，被人戳着脊梁骨，议论纷纷的滋味，好受吗？陈世子不是比我更懂这种滋味吗？我还以为你是什么贞洁烈女呢，原来早在乡下就远有了苟且。若不是我取消了婚约，否则我还真成了冤大头。陈世子，容我纠正你一句，我们可不是退婚，是我休了你。沈香，你以为你现在的名声能比我好到哪里去啊？若你要真嫁不出去啊，我宣平侯府
还是可以收得下你的。你可以来求我，跪下来磕3个响头，或许我一时心软，就把你留在我身边，慢慢小气了。陈世子，你还真的是一如既往的爱做梦啊！若是你哪天活不下去来求我，我可不会留你当个面首，因为我心疯。你，我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你别后悔。老夫人，事情办得如何？很顺利。现在市井里都在议论大小姐和周兴文的私情，说什么的都有，这比咱们预想的要好多了。利用这些市井百姓爱凑热闹的本性，我们给他一点辛苦，他们自己就燃起熊熊大火。去，告诉周兴文，让他再添一把火。是。姐姐，真是巧啊！你也刚从外面回来。妹妹刚刚在街上倒是听到一个有趣的传闻，说是姐姐在乡下被你周兴文有染，姐姐可曾听说？沈荣，你一直主动出手，是教训还不够狠。你想干什么？青天白日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府中还有祖母坐镇，难道你还敢打我不成？你也就这点胆量，还敢在我面前作死？让开！姐姐，你该不会还想着嫁给燕将军吧？你现在名声都差成这样了，你还做着美梦呢？什么意思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之前在长公主征辰宴上，你刻意接近燕将军，燕将军才会帮你说话。后来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靠近燕将军，不就是想着能嫁入长公主府的美梦吗？你说说你一个乡下来还退过婚的土包子，你配吗？那又和你有什么关系？给叶凌晨写几封匿名信，把沈娇的坏名声都给写上去。我就不信他叶凌晨看到这些信，还对他沈娇刮目相看。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快进来。天色已晚，我隔着门与你说几句话便好。师傅，我们之间不准吹嘘的，你快进来。师傅喝茶。近日城里忽然有人传播你的谣言，还有人写匿名信，我已经派手下散布于市井之中，一旦找到散播者，当场抓获。哎呀，师傅，你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我们就不讲这些严肃的了吗？师傅，你想抓了没？女子名节重要，你不要不当一回事。我方才跟你说的，你你继续说。师傅，明天我就要回京了，要不要一起喝2杯？阿娇，师傅，我不想和你分开。既然不想分开，为何要答应跟陈家的婚事？你知道结发意味着什么吗？你为何如此？我不想跟师傅分开。我没有说要跟你分开。师傅就像天上的月亮，我怕我一不小心，师傅就不见了。我不会不见的。师傅骗人！我没有骗你，快解开。师傅，解不开了，我可以剪了吗？剪。
师傅，这丢了怪可惜的，我可以留下来吗？你不行吗？这可是你先招惹我的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师傅，这时辰还早，要这么着急走？别闹。师傅，你可以再帮我个忙吗？什么忙？你说。帮我找个人。母亲，儿有一件事想请母亲同意。何事？我想娶亲。啊？你要娶谁？而这一生，只娶沈娇。好，为娘会为你准备好一切。多谢母亲。你让我找的人已经找到了，就安置在这里边。恩公，我不是你的恩公，救你出苦海的人是他，你应该感谢的也是他。你是之前住在云镇隔壁的沈家姑娘？你是周新郎童养媳英娘。那都已经是过去的身份了。如今我也被周家卖为贱籍，若不是沈姑娘为我赎身，我恐怕这一辈子只能是个低贱的继子。沈姑娘大恩，英娘没齿难忘。英娘，你也是个可怜人，从小被当作童养媳养大，后又被发卖。我为你赎身，是不忍心看到你流落烟花之地，但同时我也有所求。英娘明白。你被当作童养媳养在周家10几年，你可知他们为什么将你发卖？我当然知道，因为周信文攀上了高枝，便觉得我的存在会挡了他的路。这么多年了，哪怕是养条狗都养熟了，他周信文没有心，竟狠心将我卖入烟花之地。攀上了高枝，他亲口对你说的？承认？他怎么可能承认？是我无意间听到的。大约半个月前，有一位老夫人突然登门，待了不到1个时辰，连我饭都没吃就走了。我无意间听到周新文和他爹娘的谈话，说是那位老夫人想要将她的孙女卖给周家，周家为了攀上这门亲，必须将我除掉。随后，我便被发卖了。那你可知，他现在已到京城？什么？沈姑娘为我赎身，又问我这些，难道你就是那位老夫人的孙女？沈姑娘救了我，要我做什么？我断无二话。你先在此处住下，等我消息。周庆文竟然有个童养媳，先前在云州从未见过她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师傅，你相信轮回吗？师傅就不好奇，之前我为何知道小皇子被拐之事，还准确知道被拐的地点？人皆有秘密，但我相信你，你不主动说，我不问。我知道小皇子被拐之事，是因为我曾经经历过一次。我知道周新文有个童养媳，也是因为我曾经，应该说，我在未来见到过他。前些天，我好像做了一个梦，梦里面，我和陈金生成婚了。成婚之后，我助他征战，为他立下赫赫功劳。可是大敌当前，他还和沈荣在军帐中厮混，以至于打了败仗。为了逃脱责任，他伪造通敌密信陷害于我，将我与手下上万精锐士兵坑杀于阵前。师父曾经告诫过我，说他不是良配，迟早会惹出事端。可是我却没有听师父的话，还为此与你生分了。后来你为了救我，也被他们用阴招害死了。只是一场梦而已。这场梦太真实了，真实到我觉得这是轮回，是老天对我的警示。男儿自当建功立业，可陈晋生占着位置，却只会蝇营狗苟。他为了尽早立功入仕，设计绑架了小皇子，再假意相救，彻底赢得了陛下的信任。后眼见事情即将败露，他竟然买通你身边的人，将罪责栽到你的头上。
这样卑鄙无耻之人，我竟然真心真意的辅佐过他。师父，你相信我所做的一切吗？虽然有些难以理解，但我相信你。师父一直这么爱护我、信任我，而我却曾经伤了师父的心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永远都是站在你这边的。至于你说的陈静生那些事，我会去查。若小皇子被拐一案与他有关，我会让他付出代价。关于梦境之事，你可还告诉别人？没有，我只告诉过师父。此事太过玄妙，为了你的安全着想，切莫再让第三人知道。我不会告诉别人，我只相信师父。什么事啊？将军，是那个姓周的。我跟阿娇啊，原本是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。啊，看看，这便是他赠予我的定情信物。唉，谁料他竟然是个负心的人，将我骗得好苦啊！诸位兄弟，你们为我评评理，即便他沈娇是伯府的千金大小姐，那也不能如此的欺骗我的感情呢。他一边吊着我，一边回京和宣平侯府的人定了亲。你们说说，这不是嫌贫爱富、攀附权贵是什么？真没想到啊，这沈小姐竟然是这样的人，真的是太不自爱了。这不就是女版陈世美吗？周兄，你可一定要到尊亲伯府讨个说法，我们都支持你。对，对。唉，我现在只希望沈娇能够浪子回头。我愿意与他再续前缘，以前的事我也认了。谁让我的心已经被他给骗了呢？哎呦，这谁呀？谁敢杀我？谁呀？颠倒是非，心肠歹毒，应受拔舌之刑。师父，徐小姐，像这种跳梁小丑，若不是留着他还有用，多给他一个眼神都是浪费。走吧。哟，都在呢。你还敢出门？现在外面都在传你跟那个周清文的流言蜚语，你就没什么要跟我们交代的吗？外面传的都是假的，我与他清清白白，有什么好交代？阿娇，这次是关于整个中秦国府的名节啊，你可不能再任性了。和你祖母、父亲好好说，你和那周兴文是不是真的有私情啊？是啊，姐姐，你一直不肯说实话，难道真的和那周兴文有什么手尾，所以心虚了？我说没有，你们信吗？不管有没有，现在外面传成那样，没有也变成有了。为今之计，就是你们俩成了亲，才能消除流言，挽回伯府的名声。再过几日，就有个好日子，你准备准备，把婚礼办了吧。祖母可真是疼我啊！我一个堂堂伯府嫡小姐，皇上亲封的永嘉县主，你们却想让我嫁与一个心术不正之人。你以为老师愿意吗？你嫁给这样一个破落户，老师面上就有光了？可这是你自己惹出来的乱子，除了让你们成亲，老师还会有什么办法？老师知道你自小在庄子里面长大，和我不亲，但我是你的亲祖母，我难道不希望你好吗？阿娇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也该学着懂点事儿了。这2日我和你父亲因着你的事儿吵得整宿睡不着，你也该理解理解我们，好吗？你祖母说的对，我们做下这样的决定，也都是为了你好，为了整个伯府着想。难道你就想由此坏了名声，做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？是啊，阿娇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你祖母和父亲那可绝对没有私心，都是为了你好呀。真的都是为了我好？这是自然。你想想，只有你们成了亲，谣言就会不攻自破，甚至还可以成为一段佳话，与你与伯父都是好事。至于感情，可以婚后再培养嘛。大多数女子还不都是忙回雅嫁，成婚后不也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？你就放心吧。
那既然这样，我就嫁。这就对了，你总算是懂事了一回。小姐，您真要嫁给周兴文啊？当然是假的。啊？老夫人利用舆论来要挟我，我当然不能枉费了她的一番计划。还是小姐厉害，奴婢这就去办。老夫人，你的招已经出完了，现在该轮到我了。大小姐，吉时已到，该出阁了。大小姐，该出阁了。去接一下大小姐。唉，还是沈老夫人想得开，舍得将嫡孙女嫁给一个小门小户。沈老夫人这才叫有大智慧呢。前几日京城内流言四起，对沈大姑娘和中卿伯府十分不利。若不是沈老夫人当机立断定下这门婚事，流言又怎会这么快平息？是啊，而且我见那周兴文长得周正，听说还有秀才功名，虽出身差了点，不准明年就中了吧，一举成为朝廷新贵呢。俗话说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这中卿伯府多亏有老夫人撑着。儿女后代都是债，老身也没个办法。好在周家小子确实是有钱的，被我家阿娇不是高攀。哼，这老太太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，分明是糟蹋自家孙女，却说的自己多么高尚似的。新人到，老身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元若，你看着吧，看看你的女儿是如何被我踩在泥坑里的。阿娇，我总算娶到你了，你放心，以后啊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。哎呀，陆爷，还没行大婚仪式呢。哦，对，先走仪式，先走仪式。等做完仪式，你沈娇就是我周兴文的人了，任你再清高，夜里还不是要躺在我身边给我生孩子？哼，而你娘留给你的巨额嫁妆，也就是我周家的了。新娘子可以离散行大礼了。英娘，怎么是你？周郎看到我很吃惊吗？也对，毕竟为了不影响你攀高枝，我早已被你发卖，不可能出现在这里。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。周公子，不向大家解释解释吗？我不认识他。阿娇，成婚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能随便找个女子过来代替呢？难道你对我真的变了心了吗？之前说好的愿意嫁给我的话都是假的。阿娇，你向来行事乖张也就罢了，今天是你的大婚之日，怎好如此胡闹？来人，把这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姑娘给我请出去！所有宾客都在此，总有着什么急啊？他是谁？我是不是在胡来？不妨大家就把话听完。小女子名唤英娘，年幼时家贫，被爹娘卖给周家当童养媳。这是当时签下的契书，上面写着待我二人长大成人，便结为夫妻。假的，他说的是假的。假的？周郎，这上面可是有着周家的盖印，如何作假？你为了攀上中卿伯府这门亲事，当真要如此绝情？原来这周兴文在老家早有婚约，但他先前为何一副被辜负的模样，到处说沈大姑娘负心？谁知道呢？再看看吧，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就算你我之前有过婚约，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。这中卿伯府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你休要在这里胡说八道。周郎，你要攀高枝，我拦不住你，可你为何要将我卖入烟花之地？
我从小就被告知长大后会嫁给你，10数年来，我始终牢记着自己的本分，对你嘘寒问暖，关怀备至，对你爹娘更是孝顺有加，任劳任怨。若你当真不喜娶我为妻，大可与我说明白，你我好聚好散便罢了。可你却狠心将我发卖，既然你如此狠心，那便怪不得我了。沈姑娘，她是不是拿着一条绣着你闺名的手帕，说是你送她的定情信物？此手帕并不是我赠与她，我并不知晓此事。你当然没有印象，因为这是你无意间遗落的，被她捡了去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她当时告诉我说会找个合适的机会还给你，哼，没想到一直没还啊。什么？那所谓的定情信物竟然是假的？不是说那沈大姑娘早就和他私定终身了吗？在云州之时，沈姑娘的确住在周家隔壁，但沈姑娘是养在深闺的名门贵女，有几次周家办喜宴邀请沈姑娘，沈姑娘也只是让家仆送来贺礼，自己从不露面，他们哪来的机会私定终身？姨娘所言极是，我与周家公子的确不熟，此事只需找几个周家下人一问便知。这些都是这位女子的一面之词，算不得准。祖母莫急，那就把话听完。这位老夫人，半个月前你去了一趟周府，与周兴文秘密商谈了半个多时辰。至于谈什么内容，需要小女子向在场的宾客一一说明吗？胡说八道！我何时评说？小女子既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指认，自然是有证据。老夫人可认得这是什么？这是老夫人当初与周郎签下的契书。周家是商贾人家，可近几年因经营不善，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。这契书上写着，只要周郎想办法娶了沈姑娘，那老夫人将会把沈姑娘生母所留下的嫁妆赠与周家。这契书怎么会在你这里？你不念旧情，将我发卖，我还会让你好做。你我朝夕相处了10余年，你喜欢将重要之物藏在何处，我比你自己都清楚。事实证明，你和老夫人还真是一丘之貉。一个不惜攀高枝，要发卖糟糠妻；一个为了糟践孙女，想尽办法都要将孙女卖给一个落魄妇。我天哪！这么说的话，那之前那些坊间传闻都是假的，沈大姑娘是被冤枉的。堂堂伯府老夫人就如此算计自己亲孙女，这也太荒谬了。沈大夫人的生母云达大小姐袁若当初嫁进伯府没几年就去世了，别也是被这老太太算计死的吗？没想到这老太太竟然如此混沌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胡说八道，全是胡说八道！来人呐，把这个有眼无珠的女子给我拖出去，狠狠的打！哟，热闹了。本将军近来发现，有人在坊间传播不实谣言，顺藤摸瓜之下，查到了伯府下人的头上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就请沈老夫人给解释解释。哎，老夫人，救救我们吧！求求你救救我们吧！压下去！放开我！走！放开我！沈姑娘，还需要姨娘做什么吗？姨娘，今日多谢你为我成亲，我会为你准备一份盘缠。以后无论你是想在京中安身，还是想回老家安顿，都不必有后顾之忧。多谢沈姑娘，那姨娘告辞了。师傅，谢谢你，又帮了我一次。举手之劳而已。今日将计就计，将老夫人的真面目拆穿。接下来，她应该能消停几日。小姐，我让您去老夫人房里。老夫人刚刚受了刺激，似乎病得很严重。我知道了，师傅，那我先去了。注意安全。
主子，情况如何？沈老夫人情绪刺激下突然中风，看起来不像是装的。禁止是虽说是这老太太咎由自取，但依照沈伯爷那天不幸的性子，怕是又要为难沈姑娘了。你在暗中继续盯着，我进宫一趟。父亲找我过来是有何事？太医诊断你祖母是中风之症，若不好好养着，说不准以后只能卧床。中风？那还真的是老天有眼啊！闭嘴！这可是你亲祖母，你心里还有没有点孝道？父亲若是找我过来是想说这事，那我就不奉陪了。等等，你把你祖母气得中了风，从今以后你哪儿都不要去了，就留在她床前伺候尽孝。父亲方才在前厅试客，现在也该知道后院发生什么事了吧？这个老钱婆和周希文里应外合，在京城到处散播我的谣言，败坏我的名声。父亲还想让我给他市集，这未免也太荒唐了。闭嘴！这可是你亲祖母，正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你作为晚辈，怎可质疑长辈？莫说你最终没有嫁给周新文，就算是嫁了，这也是你的命。父亲倒还真的是个大孝子，谁爱市集谁市集，反正我不干。你照顾母亲是想让阿娇过来市集，她是您的亲孙女，自然过来市集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教育她，让她过来市集。你呀，就好好的放宽心，好把身体养。小贱人，你害得老身颜面尽失，还中了风。可是就算是死了，也要先拉你个垫背的。娘，这祖母也太没用了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还给自己气得中了风。那我的婚事怎么办啊？宣平侯府要是不认账可怎么好？如今之计，我们也只能退一步了。娘的意思是，现在看来，正妻之位你暂时是做不成的。眼见你这肚子啊，越来越大了，只能委屈你暂时以妾为敬。反正陈晋生现在也没有正妻，等你孩子生下来，站稳脚跟，再笼络住陈家人，这正妻之位迟早是你的。可我就算愿意先以妾为进门，可陈家他能答应吗？你怀着他们家的长孙，为这孩子，他们家也是会答应的。好吧，为了这个孩子，我只能委屈一下了。老爷，妾身有事要与你商议。何事？老爷，老爷，我知道先前蓉儿有些不懂事，可是她到底也是你的亲生闺女。她现在的肚子里的孩子月份越来越大了，眼看就要藏不住了。她的婚事也该有个说法吧？难不成你还做着让她去宣平侯府当正妻娘子的美梦？哼，你倒是敢想，我却没脸面去说。正妻做不成，做妾总是行的吧？老爷，她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，难道你真的忍心看着她上山当姑子啊？她真愿意去当妾？我问过她，她愿意的。既如此，那我便再去城府说一说。这2天就被一台小轿从侧门抬进去，但我事先说好，路是她自己选的，日后过成什么样子，也怨不得别人。那是自然。对了，老爷，母亲突然病得厉害，身边总要有个后人在床前侍奉。可是阿娇那边，其实也不敢跟她提呀。这你不用管，我亲自跟她去说。你祖母都变成那个样子了，你还有心思在这睡懒觉？你虽是我父亲，但是我已经长这么大了，正所谓女大必负，父亲进门前是不是应该敲一下门？走，跟我去你祖母房前尽孝。你不去，你不去，大周朝以孝治国，你若不去，传出去，让外人怎么戳你的脊梁？日后还有谁敢娶你？再说这一家人哪有什么隔夜仇？究竟还要任性到什么时候？
所以在你眼里，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的，是吗？阿娇，你祖母已经中风了，她现在口歪眼斜，连话都说不了。大夫都说她以后也下不了床，走不了路。她都这样了，还有几年好活？她现在什么也做不了。你就当为了整个伯府的名声，为了你那些什么都没有做的兄弟姐妹着想，你就低下头不行吗？父亲的意思是一定要我去，是吗？先前闹出这么大的风波，只有你和你祖母握手言和，重归于好，才能挽回伯府的颜面。阿娇，我不是你一个人的父亲，我是整个伯府的当家人，我要为所有人着想。好，父亲既然非要让我去，那我便去。大小姐，该去煎药了。老夫人，您就放心吧，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都办好了。那喝药。老夫人身体不方便，还需要你亲自喂药。要我喂？你们都没长手吗？大小姐，这是孝道。孝道，好一个孝道！行，那我就给祖母亲自喂药。喝吧。姐姐，今日我就要嫁进陈家了，你不为我高兴吗？以妾礼入门是件很值得高兴的事呢。连正经的婚服都穿不了，你还真的是有追求。你，姐姐放心，只要我能生下陈家的长孙，这正妻之位迟早是我的。届时我就是尊贵的世子夫人，等晋升哥哥袭爵之后，我就是侯爵夫人。姐姐这辈子怕是都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吧？那我就祝你早日转正。先前小皇子被捕一案已全部查清，人证物证俱在，都指向陈晋生，随时可以实施抓捕行动。准备一下，明日早朝我会奏报此事。是。中心多方面。为主的，沈老夫人以中风为由，要求沈大姑娘床前尽孝，不过是些后宅夫人琢磨人的手段罢了。沈小姐可能会受些委屈，但安全无疑。废马，我要去一趟地府。是。师傅，听说沈老夫人让你去床前尽孝，你还好吗？她一个中了风老太太能把我怎么样？师傅，你别站着，快进来吧。今日我就先不进去了。师傅是因为前几天的事情讨厌我吗？不是。那你为何不肯进来？师傅，前几日是我错了，我不该玩师傅的头发，我以后再也不闹了。阿娇，你当真就不知道我的所思所想吗？我根本不敢与你共处一室，我怕自己会控制不住我自己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你知不知道，你把我的头发跟你的头发接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是怎么想的？我恨不得把你关起来，只有我自己能看。师傅，阿娇，所以你要不要嫁给我？师傅，你我只是师徒相承，但根本没有行过拜师之礼，算不得乱了纲纪。我已有爵位，你嫁过来便是侯爵娘子。我家庭关系简单，母亲的性子也很好说话。你嫁过来，不必担心有后宅争斗、婆媳矛盾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不会看上你家的姐妹，不会让你在过门之前就受到委屈。阿娇，
你认真考虑一下。小姐，刚刚燕将军是向你求亲的意思吗？还没定下的事情别瞎说，免得传出去坏人名声。奴婢只是在小姐面前说说，绝对不会出去乱说的。小姐，您与燕将军也算是一起长大，彼此知根知底，奴婢一直以为你们会在一起的。若不是2年前老国公突然为你定下与宣平侯府的亲事，说不定你与燕将军早就成了。这些话你在我面前说说也就罢了。我与师父虽相识多年，却一直发乎情，止于礼，从未有过半分逾越。自从外祖父为我定亲之后，我们更是疏远避嫌。师父注定是要青史留名之人，万不可被男女之名连累了名声，懂吗？奴婢知道了。不过小姐如此维护燕将军，我就不信你对他没有半点意思。看吧，小姐脸红了。我喜欢师父吗？当然是喜欢的，前世今生都喜欢。若非造化弄人，把他给我捆起来！李嬷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大小姐，你在老夫人的汤药里下毒，企图谋害亲祖母，其心可诛。怪不得让我去市集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。大小姐，老奴已经报官了，你有什么事儿，还是和金兆尹大人去说吧。带走。你祖母中了剧毒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是不是你做的？不是。不是你还能是谁？我问过下人，说是从煎药到吃药，都是你独自完成，没有任何人插手。偏偏喝了你的药之后，母亲一早便感到不适，一查之下竟是中了毒。先前你怎么都不愿意来伺候你祖母，后来突然间就同意了，我还纳闷你怎么答应的那么快，原来是起了投毒的心思。父亲既然已经有了结论，还来问我做什么？真是让我太失望了。彼此，我对你，对这个家，也早就失望。把他带下去，交给金兆尹，该怎么审怎么审。这。臣状告宣平侯世子陈敬生谋害皇嗣，罪无可赦。主子，不好了！沈老夫人状告沈大小姐投毒，马上就要扭送到京兆尹了。走。沈家县主得罪了，你祖母沈老夫人报官说你在她的药中投毒，可有此事？回禀大人，这是污蔑。沈老夫人诚意将你嫁入云鹤周兴文，为此你祖孙二人闹得极不愉快，此事京中众人皆知，你怀恨在心，便有了充分的作案动机。大人分析的很有道理，但此事不是我所为。大人，在沈家姑娘的柜子里面发现一包灌肠，此为慢性剧毒，与沈老夫人药大里的毒素是同一种。证据在此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大人，这包毒药不是我的。大小姐，莫要装傻，老夫人的汤药一直是你亲自负责的，不是你还能是谁呢？没想到啊，大小姐的心肠如此的歹毒，连自己的亲祖母都毒害，你这是罔顾人伦，必遭天打雷劈！李嬷嬷，我是皇上钦宗的永嘉县，岂是你一个奴才可以对我大呼小叫的？你口口声声说只有我一个人碰了老夫人的汤药，那我倒想问问，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我做的，我为何要留下这么大的漏洞？我再要问问你，我既要做，为何不干脆下一副剧毒？你强词夺理，是你欲加之罪才对吧？安静！既然你们各执一词，永嘉县主，就劳烦你跟我走一趟配合本官的调查。燕大将军，您这是？宣平侯府之子陈敬生谋害皇嗣，本将军奉皇上之命捉拿相关人等，尔等在场之人皆有嫌疑，
此刻中秦伯府由本将军接管。什么？谋害皇嗣？这怎么可能？中秦伯府是否有嫌疑，还需要本将军调查之后才会知晓。冯大人，谋害皇嗣事情重大，应该不会让本将军为难吧？当然是皇嗣的案件为大。那沈老夫人中毒一案，那当然是永嘉县主配合您的调查。冯大人慢走。走。永嘉县主就小皇子有功，可排除嫌疑，其余人等全部带走。是。下毒是怎么回事？这是老夫人的阳谋罢了。这次是我疏忽了，没想到她就算死也要拉我当垫背的。我会以此案为由，多扣留他们几日，你趁这段时间寻找证据，自证清白。师傅，你带走了沈家所有人，唯独留下我，就会不会让人弹劾你？不会，沈家本就与谋杀皇嗣案无关，我带他们走只不过是例行公事，走个过场而已。你本就因为营救皇子有功，被皇上亲封为永嘉县主，自是可以排除嫌疑。师傅，你真的考虑得很周全。你在的时候，我感觉特别安心。阿娇，我也并不是一无所求。我上次跟你说的事还有效，你考虑一下。不用考虑，我愿意。你愿意？师傅，你忘了，我可是从小要立志嫁给你的。师傅，听说你奖励了林州的身份，是真的吗？所以这2日我要回京复命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要好好练功，切莫偷懒。还会再回来吗？这就要看陛下的安排了。师傅年纪轻轻就立下这么大的功劳，陛下会不会像话本子里写的那样，把亲爱的公主嫁给你？你一个小丫头，什么嫁呀娶呀？以后啊，少看些话本子。师傅，等我长大了，我嫁给你好不好？那时候你还小，只是儿时戏言罢了。不是戏言。师傅，你是我最敬重、最仰慕、最喜欢的人。那我处理好此案，就去找皇上赐婚。我先把他们带回去。那段肠粉就是从这被搜出来的。是，小姐的柜子向来只有奴婢一人能接触，但奴婢发誓，绝不是奴婢放的。红袖，我自是不会怀疑。重生后，我将院子里伺候的下人都换了一遍。如果前世的记忆没有错误的话，夫人和老夫人安插进来的人，应该全都被清理掉了才对。小姐，要不要把其他人都叫过来一一审问？胆敢背叛主子，严刑拷问之下，奴婢就不信问不出来。不，眼下最重要的是另一件事。另一件事？钓鱼。进去，你也进去。呀，母亲、父亲，你们怎么也？蓉儿，你没事吧？你肚子怎么样了？我没事儿，只是这牢房又湿又冷，我怕待久了对孩子不好。我问你，谋害皇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瞒我们到什么时候？一定是姐姐搞的鬼！星辰哥哥只是急于立功，所以让人假意拐走小皇子。他不是故意的，皇子是姐姐救走的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就是故意的。什么？你说这都是阿娇那丫头搞的鬼？她竟然反了天了，竟然算计自家人！如今我们这一大家子人都被关在牢里了，母亲还瘫痪在床，都没人照顾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说
说伯父这是惹了什么麻烦啊？早些时候燕大将军带人过来，把老爷、夫人等人全都抓走了。老夫人因瘫痪在床，行动不便，也被单独看管了起来，不会殃及到咱们这些下人身上吧？燕大将军来抓人的时候，我偷听过几句，好像说是牵扯到了什么谋害皇嗣。伯父这次真的要遭殃了，咱们这些下人啊，还是早做打算吧。小姐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已经把话传下去了。鱼儿已不暇，接下来就等鱼儿上钩了。大小姐，这是奴婢新研制的眼线，你尝尝合不合胃口？大小姐，点心吃多了会上火，这清火茶奴婢家传秘方，切一下午最管用了。大小姐，这是伯府宫中账本，主子们都不在府里，理应由大小姐保管。全都有赏，日后在府中，你们若是对本小姐忠心，少不了你们的。谢谢大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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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小姐。咱们大小姐出手可真大方，你看赏了我这么一大盒首饰。是啊，你看我也得了一个古董花瓶呢。哎，以往老夫人和夫人当家的时候，对咱们可是抠抠搜搜的，赏赐少不说，稍微哪里做的不好，还会克扣空姐，还是跟着大小姐好处多多。是啊，这偌大的伯府，以后恐怕也是大小姐掌家了。早日过去投靠，早日享福啊！小姐，您这一下午就已经撒出去大把银子了吧？只是舍出去一些银两，不打紧。可您要钓的鱼，你看，这不鱼儿就上钩了。大小姐，老奴也想投靠大小姐。你是掌管府中财满的刘妈妈，投靠我倒是可以，但是投靠我的人都要写投名状。刘妈妈自是懂规矩的吧？老奴明白，老奴有一个秘密要告诉大小姐。哦，什么秘密？先前老夫人中了毒，这毒其实是老夫人自己给自己下的。毒药是老夫人身边的李某某暗中托老奴去买的。实不相瞒，老奴得了绝症，已经治不好。但老奴膝下有一个女儿，李某某承诺，只要办成了这事，便把我女儿派去给老夫人当大丫鬟，说不准还能给府中的少爷们当个妾室。老奴为了女儿的未来，这才一时鬼迷心窍。刘妈妈，这事关重大，可不能乱说。我有证人。老奴娘家表弟便是仁心医馆的坐诊大夫，这毒药是老奴找他配制的，他可以作证。那既是如此，不知刘妈妈是否愿意为我作证？老奴的女儿。刘妈妈放心，我会给你女儿安排一份差事，她出嫁的时候，我也会给她准备一份嫁妆。多谢大小姐。下去吧。不费一兵一卒就轻松找到了证人，小姐这个办法果然高明。这些下人眼界狭窄，也没什么根本。那咱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？当然是对簿公堂。老夫人既然要把事情闹大，那后果她也得受着。小二，来嘞，你们的招牌上2份。好嘞。师傅神神秘秘的，是什么呀？上来你就知道了。是荔枝酪，好好吃啊，师傅。你喜欢就好。当初你在云中之时就特别喜欢，难得京城有一家正宗的，带你来尝尝。谢谢师傅。这个也给你。师傅，你还记得？你的事我都记得。怎么还叫我师傅？叫顺口。也好，我也挺喜欢这个称呼。哦，对了，师傅，老夫人中毒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。刚好我也正想跟你说，你父亲和继母他们今天晚些时候就会回来，毕竟他们与小皇子绑架一案无关，就算是我，也不能把他们待太久。现在放出来，时间正好。你有什么打算？他不是告官了吗？那就让他告。有把握吗？师傅放心。升堂。
本官见过燕大将军。本将军只是旁听，冯大人，您该怎么审就怎么审。是。永嘉县主，你祖母沈老夫人状告你投毒谋害于她，本官也在你府中搜出毒药，你可知罪？大人，我并未给沈老夫人下毒。至于沈老夫人为何会中毒，这一切不过都是她自导自演罢了。逆女非但不认罪，还想诬陷你祖母，你这是大逆不道！父亲，你急什么？我既然敢这么说，自然是有证人。传我的证人。来者何人？奴婢姓刘，在中行伯府担任采买管事。沈忠伯，他可是你府中的下人？大人，他却是我府中负责采买的管事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如实招来。前几天，老夫人身边的李某某找到我，给了我一锭银子，叫我趁外出采买之时，帮他带一包药。怎么可能？母亲怎么可能自己下毒来嫁祸阿娇？刘妈妈，你老实说，是不是大小姐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在这儿做假证？沈伯爷，本将军不得不提醒你，在公堂之上，如果你没有证据证明刘妈说的是假话的话，她完全可以告你污蔑。母亲，这是真的吗？大人，老夫人已经中风说不出来话，不如传她的贴身的李嬷嬷来对质。李嬷嬷，方才王氏已经全招了，你可知罪？老奴，你现在认罪，还可以争取宽大处理，否则罪加一等。老奴知罪，老奴有罪，还请大人网开一面。没想到这又是沈老夫人自导自演，永嘉县主差点又被她陷害了。什么仇什么怨，要这么陷害自己亲孙？谁知道呢？心里扭曲了。本官现已查明，沈老太太中毒一案与永嘉县主无关。本官宣布，永嘉县主无罪。等等，县主怎么了？请问大人，诬告县主，这是什么罪？按照本朝律律，确实有罪。那老夫人自导自演诬告本县主，该如何定罪？县主的意思，你要状告沈老夫人。按照本朝律律，晚辈告长辈可是大不孝，民告官，子告母。按照当朝律律，不管谁对谁错，要先杖30大。行，那就行吧。等等，沈之你疯了！我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。好吧，如果县主执意如此，那就按照县主的意思办吧。沈娇，你敢！你们逼我至此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县主，请。晚辈告长辈确实需要杖30，但是县主状告告密却不需要。本朝曾经也有过类似的案例，冯大人您说呢？笨蛋，燕大将军倒是提醒我，告命3品，县主12品。按照身份来说，那县主官品比告命夫人大呀。那倒是可以。直接审吧。直接审吧。经本官审理，沈老夫人陷害诬告永嘉县主一案，罪名成立。依照本朝律法，判沈老夫人向永嘉县主道歉。顾念沈老夫人口不能述，现改判沈红代为道歉。判得好！永嘉县主算是倒了8杯的血霉，遇上这样面慈心黑的祖母。快给永嘉县主道歉！道歉！父亲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赶紧道歉吧！我是你老子！
我给你道歉，你受得起吗？啊！父亲说的这话是对冯大人的判决有什么异议吗？对呀，你难道不服本官判决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好，我道歉，对不起。父亲的道歉我就收下了，希望不要再有下次。你若心里不好受的话，可以跟我说。我现在已经不会觉得难过了，只会觉得痛苦。经过这一案，大家都知道了你祖母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以后不管她说什么话、做什么事，大家都不会相信了。这一仗打得漂亮。师傅，还是多谢你帮我了。哎，你那边那个案子查怎么样？审判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是陛下亲自定的罪。怎么判的？宣平侯夫妇未参与此案，只判了个教子不严，部分财产充了公。陈敬生则被判了流放，沈荣要跟着一起流放。陛下还是手下留情吧。就凭陈敬生上辈子做的那些事，犯死都不够赎罪。接下来，我是不是该进宫求陛下赐婚了？你去就是了，告诉我干什么？这不得先征得你的同意？明知故问，我先回去了。孽障，你给我站住！父亲这发的又是哪门子脾气？你看看你最近都做了什么？人家都说家丑不可外扬，你却偏闹得人尽皆知。你是诚心要毁了这个家才甘心，是不是？父亲只在意自己的颜面。我被欺负的时候，父亲怎么不说大义？这官也是祖母要报的，是他要闹得满城风雨。我只是证明了自己的清白，我又有什么错？你一定要这样吗？她可是你祖母，你就不能让一让她？照父亲这么说，沈柔是我妹妹，我要让；夫人是嫡母，我也要让；老夫人是祖母，我又要让。凭什么处处都让我让？你这是大不孝！既然我在这个家里始终是个外人，那我就带着母亲的嫁妆出府单过，省得在家里碍父亲的眼。彭秀，我们收了东西，出府单过。你站住！赐婚的圣旨求到啦。是。我道你一心扑在军役里，还怕你娶不到媳妇儿呢。没想到能与阿娇结成这样的姻缘。那个丫头啊，是个好姑娘，你既是求到了，日后啊，一定要好好对人家。儿臣知晓，我还要去忠亲伯父宣旨，回来再与母亲说。哎，等等，第一次做未来姑爷，怎么能穿成这样呢？回去换身衣服，好好捯饬一下。知道了，多谢母亲提醒。去吧。洪秀，我们收了东西，出府单过。站住！你不准走！哪有父母还在就搬出去单过的？传出去是什么话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那父亲要我怎么样？难道要我像母亲一样被逼死才满意吗？胡说八道！阿娇，你就不能服服软？你毕竟是个女子，若是得罪了娘家，日后嫁出去没有娘家撑腰，你的日子能过成什么样啊？这就无需沈伯爷操心了。下官见过燕将军，不知燕将军这次过来又是所谓何事？谋害皇嗣案应该已经查清楚了吧？这沈家确实是没有半点参与啊！沈家接旨。算了，我不念了，你自己看吧。赐婚，沈伯爷刚才说阿娇得罪了娘家，以后不会有好日子过了，这话可是说错了。皇上赐婚以后，阿娇嫁给我，只会比现在的日子好10000倍。沈家为她起名为娇，却从未娇养过她一天。你们不疼她，我疼她。阿娇，你父亲有没有对你动手？没有，师父，你对我真好。我说过，我疼你。师父，你就不怕我恃宠而骄吗？哼，哪怕你就是把这天捅个窟窿，我也替你兜着。
师父，之前从未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。师父，你丰功祭月，胸有大义，而我没你想的那么好。我内心丑陋，充满仇恨。师父，你是天生的月亮，而我是阴沟里的你。阿娇，我不许你这么说自己，你并没有自己说的那么不堪，你只是受了太多的苦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师父。本宫携子来向贵府大小姐提亲，还请帮忙通报一声。你们听到了吗？长公主是来帮燕将军提亲的。这忠情伯府眼看没落了这么些年，没想到攀上贵人了。不愧是长公主殿下，看看这些聘礼，娶公主也不过是如此了。而且燕将军虽然身居高位，却一点架子都没有，一心为国征战，这么些年来半点风流韵事都没有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还不知道啊？长公主府向忠勤国府正式提亲，求娶沈大姑娘，这不刚把聘礼抬了过来？这不可能，沈家怎么会有那么好的婚事？叶凌晨不可能娶她。你谁呀？啊，人郎有情，妾有意的，轮得到你一个囚犯在这里反对？哎，这不是陈家四世子陈晋生和沈家二姑娘沈荣吗？他们怎么在这儿？他们不是谋害皇嗣被判的流放吗？同样是忠勤伯府的姑娘，一个即将嫁入长公主府，一个却要马上被流放。这不可能！沈家，我要杀了你！你给我滚出来！何人喧哗？这不可能！沈家，我要杀了你！你给我滚出来！何人喧哗？见过燕大将军，这是2个要流放的犯人，一不小心让他们给挣脱了，打扰到将军和殿下了，是小的失职。还不赶紧走！叶凌晨，你是来提亲的？是又如何？他沈家就是一个庄子上长大的土包子，他还退过婚，你不能娶她。他心肠狠毒，你娶了他会后悔的。你是他的妹妹，却勾搭他的未婚夫，逼他让出正妻之位，他不肯，你就设计陷害，想污他清白。若他歹毒，你又算什么？还有，你一个阶下之囚，竟敢直呼本将军名讳，按本朝律法，该当何罪？堂上2语大板。打！我的孩子，拖走！叶凌晨，别以为这样你就赢了，你和沈家，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本宫已定好了日子，9月初3便是吉时。婚礼就定在那天，沈伯爷觉得如何？会不会有点赶？还有近4个月呢，来得及。婚礼不用伯府操心，长公主府会全权负责。可是沈伯爷一直对阿娇有偏见，让她受尽委屈却视若无睹，为何现在却一副恋恋不舍的模样？你们2个先把箱子搬到那边去吧。好。轻点，慢点儿。你们也跟我过来。小姐，老夫人，老夫人应该很失望吧？你本想把我嫁给一个破落户，没想到陛下却把我赐婚给了长公主的独子。我这一进门就是当家做主的侯爵娘子，日子啊，也只会越过越好。而你，只能躺在病床上，享受疾病的折磨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你可要保重身体啊！毕竟父亲在关中担任闲职。您若是有个3长2短，这丁忧3年，父亲的官职还在不在呀？老夫人，您还是太不了解我了。我要让你好好的活着看着这一切，这才是对你最大的报复。放开！你放开我！
按照原计划行动。王子会不会太冒险了？这个陈晋生出身大周将门世家，人虽然蠢了点，却是知道不少大周的军事机密。若能收为己用，于我族而言有了巨大作用。王子英明。长公主，不用多礼，我和你父亲已经将大婚之日定下了，顺道过来看看你。长公主，您请坐，我去让红袖沏茶。哎，不用麻烦了，你和晨儿既已定下婚约，日后就不用再逼着男女大访，你们啊自去走动说说话，不用招待我。这会不会太失礼了？走吧。今日陈庆生和沈荣流放上路了，以后他们再也不会影响你的生活，你可以放心了。居然是今日，我倒差点把这俩人给忘了。不重要的人，不必放心惦记。我才不会费心惦记他们。师傅，接下来我们要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。明日我正好有空，你想去哪儿玩？我带你走走。我想去军营看看。为何想去军营？因为在我之前做的那个梦里，我也曾经打过仗，所以我想去看看。好，明日我就带你去军营看看。谢谢师傅。这就是军营里面的校长，将士们都在此比武演示。生机勃勃的真好啊！将军今日怎么来了？将军要不要来比试一番？师傅，我想看。好。将军，这位姑娘是谁啊？不给兄弟们介绍一下？听闻啊，将军定亲了。这位啊，想必是咱未来的将军夫人啦。居然抛下大家不声不响的定亲了，咱们可都担着呢。哼，不是要比武吗？少废话。配不中我，今天全部给我回去加练。是。师傅，我也想和你比试比试。擂台上，我可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哦。我才不想你这样。认不认输？我看该认输的应该是你吧。好，我认输。师傅，我刚刚……将军，怎么了？陈庆生和沈荣在押解路上遇到山匪，跌落悬崖，尸骨无存。被打落悬崖，尸骨无存。消息可靠吗？应该是可靠。太好了，这样你就不会担心梦里的一切重演。我终于等到这一天。下去吧。是。怎么了？我只是觉得他这个队有点眼熟。他是我的亲卫之一，名叫李杜。你别看他跛了脚，功夫很了得。你觉得他眼熟，可能之前在云州见过。应该是吧。你是谁？陈世子，自我介绍一下，在下阿尔者部楼兰国的三王子。柔然王子怎么会出现在大周的府邸？你想要干什么？陈世子不必多心，我对你没有恶意，反倒是我让人将你从那些狱卒中救出来的。对了，你的小妾我也帮你救出来了，就在隔壁。我现在只是一名流放的犯人，已经不是什么世子了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们大周皇帝没有眼光，像你这么优秀的将领人才，竟然说流放就流放，实在是可惜。我不想你这样的明珠蒙尘。你们汉人有句俗话，此地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陈世子不妨考虑转投我柔然，我必定保你加官进爵，荣华富贵。你想要和我合作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沈娇和燕临成死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感觉有点心神不宁呢？只是被扎了一下，没什么大碍。
要不还是奴婢帮你绣吧。绣好之后，您在嫁衣上补几针就行。京中很多闺女的嫁衣都是这么绣的。这是我和师傅的大婚，我想亲自绣。大小姐，长公主府来人了。见过永嘉县主，这是陛下赏赐的新鲜水果，将军惦记着您，吩咐我带过来给您尝尝鲜。李杜，不是你跑一趟吗？县主您客气了，那属下先告退了。胡秀，我先出去一趟。小姐，怎么了？王子殿下，只要你借我一些人手，暗中将沈娇绑出来，以此作为诱饵，引出雁翎城，再将其一网打尽。晋升哥哥说的没错，沈娇把我害得这么惨，叶凌晨更是害得我流了产。我要让他们生不如死。我的人倒是可以借给你，只是城内守卫森严，那沈娇又身居闺阁，想把她绑出来，恐怕并不容易。放心，早在几年前，我已经在叶凌城的身边埋下了一颗棋子，是时候也该动一动了。师傅，怎么了？你身边那个叫李杜清兵，你了解吗？你怎么突然对他感兴趣？我今天突然想起来，之前在那个梦里，他和陈庆生走得很近。我让人去调查一下。师傅，你万事小心。将军，您找我。将军，李杜，你可真让我惊喜啊！将军，属下不知道犯了什么错，这个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啊！这是什么？师傅，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带了几个亲卫过来，他们会暗中保护你的安全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师傅，你就告诉我嘛，万一我没有察觉到暗处的危险，岂不弄巧成拙？哎呦，师傅，你告诉我嘛。李杜确实有问题，他是陈庆生摁在我身边的暗中。他想对我不利？是陈庆生和沈荣。嗯？他们没死，被柔然国的三皇子二折部所救。为了复仇，他们打算把你绑了，然后引我出城。不过，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计划，不会上当。我就说嘛，上次说他们遇到山匪，我就觉得未免也太巧了。可恶！你不用担心，有我在，你就是安全的。哦，对了，师傅，陈晋生既然已和柔然勾结，那我们更不能留他了。他毕竟出自将门之家，也知道我朝的一些机密，万一和柔然勾结，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去搜寻他的下落。太难了，且容易打草惊蛇。你的意思是？将计就计。就是他，带走。师傅，第一步成功了。哼，就你粗下。这个死丫头人呢？
陈晋生别想烦我们，让我反手送他一个大礼，将他的亲生母亲绑过去，他还得谢谢我呢。接下来就看李杜能否将功赎罪了。真是太好了，居然把沈娇给绑出来了。快把他放出来！我要狠狠地折磨这个恶人出口恶气。哎，是不可。这个贱人狡猾得很，要是把他放出来，指不定会想各种办法逃跑，这样我们就功亏一篑了。是属下鬼迷心窍，求将军能饶我一命，属下愿意将功赎罪。世子，属下认为还是尽快把燕灵城引出来，以免夜长梦多。说得对，反正过不了多久，这个贱人就会和叶凌城死在一起了，倒也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。你去送信吧。是。晋城哥哥，这也太便宜他了吧！若不是他，我们怎会落到这般田地，失去我们的孩子？这个贱人向来狡猾得很，确实需要防范。你若是想出口恶气，隔着麻袋也是一样的。这还差不多。贱人，你总算落到我手上，看我怎么好好的收拾你！三王子，这次多谢你出手相助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陈兄客气了，你是我楼兰的贵客，这点小事不算什么。三王子果然痛快，待我大仇得报，我定当好好效力。殿下，燕灵城来了。真的？他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吗？是的，按照约定，他孤身而来的。把他带过来。是。陈晋生、沈龙，你们果然没死。叶凌城，我说过不会放过这沈娇的。怎么样？我今天的安排可还满意呀？我已经如约来了。阿娇呢？想见沈娇可以啊，你现在给我跪下来磕3个响头，或许我还能考虑考虑。你们只是在虚张声势罢了。沈娇也许根本就不在你的手上。既如此，让我先走一步。你站住！你真的就不顾沈娇的死活了吗？哼，少在这里挑拨离间。我如果没有亲眼见到，一切都是命谈。不愧是大周少年名将，燕将军这临危不乱的风采，实在让我佩服。可惜你不是我楼主，不过你既然已经来了，那就把命留在这里吧。柔然国的3皇子阿尔哲布，你大哥阿木汗当初就是死在我的剑下，怎么你想跟他一样吗？燕凌城，你找死！三王子，这么让他死了，岂不是便宜他了？别忘了我们手上还有沈娇，要让他看着心爱的女人却无能为力，在极度的痛苦中倒在我们的剑下，岂不是更过瘾吗？陈兄说的对，去把沈娇带上来。是。叶凌城，你可看仔细。娘，娘，这怎么是你啊？你竟敢欺我，还让沈荣的贱人拿针扎我！不是的，娘，我真不知道是你啊！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？陈晋生，我送你的这份大礼，你可还满意？沈娇，不好，我们中计了，快撤！这个时候才想到要跑，已经晚了。师傅，我表现的还不错吧？
不错，夸你。弓箭不长眼，你们可千万多小心一点哦。沈娇，该死！我看该死的人是你的。你敢？我为何不敢？之前你们假死逃走，在朝廷的名单中已经是死人了，我不过是成全你们罢了。你想要怎么样？你知道万箭穿心的字？不知道也没有关系，很快你就能体验到。阿娇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这一切，你就原谅我吧。这些都是他的主意，和我没有关系，都是他。景深哥哥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明明是你个贱人，还敢顶嘴！陈景深，我给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吃了那么多苦，你捞尽狗肺，我跟你拼了！不是，沈姑娘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了两国和平。我的三王子是吧？你在并未知会我朝陛下的情况下，偷偷带人潜入境内，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？不管如何，如果我死在大曹州境内，一定会影响两国邦交。你们的陛下不会同意你们这么做的。师父，我有些累了，交给我。是。师父，我终于为你、为自己，还有那千万将士复仇了。我的心魔也终于解脱了。陈晋生、沈荣谋害皇嗣，犯下大罪后，不仅不知悔改，还勾结外敌，意图颠覆朝政。如今两人均已伏诛，特将二人人头挂在城墙上，以儆效尤，轻哉！沈伯爷有什么事吗？阿娇，你现在连一声父亲都不愿意叫我了吗？沈伯爷到底有什么事？我已经知道了全部的真相。沈荣和陈晋生犯下滔天大罪，咎由自取，死不足惜。所以呢？阿娇，你是不是恨沈父，更恨我这个父亲？沈伯爷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反正我从小就没有父亲，也没有亲人，唯一疼爱我的乳母也丧了命。沈伯爷，既然先前不在意我的看法，那现在也不必在意了。总不能沈荣死后，您才记起来还有我这个女儿吧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等你大婚之后，我准备致仕回云州老家了。你祖母和梁氏也会随我一同回去。随便你。阿娇，我知道我这个当父亲的当初忽视了你，你祖母他们也对你颇有偏心。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已经迟了，但你要相信，你母亲当初生下你的时候，我抱着小小一团的你，我的心里真的很高兴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一切都变了。我的母亲既然已经去世了，你也就不必再提她了。阿娇，人是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的。沈伯爷，您既然选择了梁氏，那这些后果您便受着。尝尝看。师傅，这家酒楼的云州菜最好吃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有心就会知道。我从小在云州长大，我最喜欢吃云州菜了。府上请了云州的厨子，以后你想吃啊，随时做给你。伯父也有很多厨子，可是就是没有会做云州菜的。以后有我当你。师傅，你就不怕我恃宠而骄吗？哦，你难道不相信我会恃宠而骄吗？那你教一个给我看。师傅，你学坏了。曾经那个攻锋击月如高岭之花一般的师傅去哪儿了？你快还给我！只要一看到你，纵是百炼钢也成绕指柔。
你的嫁衣绣的怎么样了？已经快好了。还有半个月，可是我等不及了。按照习俗，婚前我们不能见面。再过半个月，我就去娶你。嗯。不管那个梦是真的，还只是一场梦，至少现在我拥有你。一书书到尾，夫妻举案共齐眉；二书书到尾，比翼连理共双飞；三书书到尾，永结同心家和睦。小姐真是太美了，是我见过最好看的新娘子。说的你好像见过很多新娘子似的。我是没见过很多新娘子，但我知道小姐肯定是最美的。哎，是不是姑爷来了？吉时已到，新娘子，快遮面吧。恭喜苑将军。小婿前来迎娶阿娇，请岳父大人成全。去吧。吉时已到，新娘子出阁。阿娇，我来接你来了。师父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从今以后，以我之心，冠你之名。我愿意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送入洞房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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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累不累？不累。师傅你呢？还叫我师傅吗？那我应该叫什么？你说呢？夫君。再叫一遍。夫君。我很想听。夫君。要不要先吃点东西？嗯。要喝点酒吗？嗯。好吃吗？嗯。师傅，你看着我做什么？你不吃吗？我不饿。你吃饱了？嗯。那该我了。我还没有沐浴。我等不及了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王后已经免了去请安。
多睡会儿吧。哎呀，都怪你。怪我。你休息好了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……不许说，我要起来了。你也收拾收拾，陪我去个地方吧。我亲自去送送。不必了，就算是血脉亲人，缘分也有深浅，我与他们注定缘浅。与其因为血缘关系靠在一起粉饰太平，不如就像现在这样，一别两宽。兴许不在一起，还能偶尔想起对方的好来。你还有我，从今以后，我就是你的家人。我们很快就会有孩子，以后还会有孙子、曾孙子。我和他们一起守护，尊重你。师父，我没有告诉过你，我还爱你。我也爱你，生生世世。